天德21年，太子沈君义暗中操控春闱考试，建德帝大怒之下，下令废除沈君义太子之位，将其圈禁于太子府。此次春闱考试成绩作废，将于5日后重新考试。姬代右丞相苦苦劝说皇帝收回成命无果，急忙来到凤阳宫面见姬皇后。娘娘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义儿被废除太子之位了。义儿好好的，为何会被废除太子之位？哥哥，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何事？你为何不阻止皇上？这个老东西真是越老越糊涂了。他废除太子，还有谁能胜任太子之位？姬代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将太子操控春闱考试、收受巨额贿赂之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。我苦口婆心劝说皇上，奈何皇上一意孤行。不如你待皇上消气之后，劝皇上收回成命。如今最适合当太子之人只有义儿，这个关键时刻，切莫让那个野种钻了空子。姬皇后火急火燎地来到建德帝面前。皇上，我们只有这一个儿子，你不让他当太子，还有谁能当太子？那个毁了容有寒毒的野种吗？他还能活几年？皇上，义儿这次确实做的不对，他是人不是神，不可能一点错都不犯。求你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重新恢复他太子之位吧。可怜义儿还小，才20岁，还是个孩子啊！你以为朕此次废除他，只是因为他操控此次春闱考试？你可知西江城将军李相峰通敌卖国，倒卖铁矿，便是太子所为。要不是朕想办法给他压下来，此事怕是会引起轩然大波。还有去年游牧民族献了1000匹烈马给朕，皆被他尽数拿走，仗着自己太子身份，肆意凌辱殴打王公大臣、文武百官，几乎年年如此。这几日购买大量美人为妾，罔顾人命，虐待庶人致死，多次与叶国勾结，残害其皇帝沈君慈，每一次朕都有证据。这一桩桩一件件，试问哪一件能让他配得上太子之位？朕不废除他，难道要等他将大龙国给霍霍完了再说吗？朕早就劝你对他不要太放纵太宠溺，可是你呢，拿朕的话当耳旁风。他做了任何错事，在你眼中都只是个孩子。他已年满20，如今一事无成，恶习却越来越多，这样的孽障，朕如何将大龙国交到他手中？如今他操控春闱考试，收受巨额贿赂，导致百姓怨声载道，学子们多次抗议暴动。若不对他进行严惩，大龙国皇室将如何立足？你想等百姓揭竿而起，推翻我大龙国朝廷吗？皇上，咱们只有这一个儿子，纵使他犯了错，我们也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。皇上别忘了，是义儿外公力排众议，您才坐上这个位置的。皇上以前不也是一无是处的皇子吗？姬燕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吗？朕宠幸你太久，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是吗？哼，你以为凭你自己能坐上这个位置？没有我父亲，你什么都不是。等春闱过去，你必须尽快恢复义儿太子之位，否则臣妾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。姬燕，你竟敢威胁朕！朕一向对你纵容，无非是看在济国公曾对朕有恩的份上，而今你竟一而再再而三地践踏朕的尊严，挑战朕的底线，你是不是觉得朕拿你毫无办法？那你有本事就废了臣妾啊！光说大话算什么本事？这种话你都说了20年了，也不嫌累得慌。春闱之后，你必须恢复义儿太子封号，否则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建德帝狠狠地瞪着离去的背影，眼神阴鸷森毒，直接的七窍生烟，差点原地爆炸。皇上，您千万别直气，气坏身子呀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您再忍忍吧，啊！等离王帮您除去那座大山，您便能掌控朝堂所有权力。到时候您要对付他，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吗？朝堂上闹得天翻地覆，不可开交。凤府瑶舒舒服服地坐在离王府，吃着新鲜出炉的肉瓜。太子因操控春闱考试，收受巨额贿赂，大肆录取行贿之人，被建德帝废除太子之位，不可出府第一步。钱一三、刘明达、王子腾等8位主副考官被判斩立决，那些行贿的学子将被永远禁止参加大龙国考试。这次春闱考试成绩作废，5日后将重新开展春闱考试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渣太子终于被废除，我夫君也终于有机会坐上那个位置了。不过，渣太子被捐禁以后，岂不是没有银子买快乐无极线了？2000两一颗呢，我这损失也太大了。快乐无极限会成瘾的，副作用也大得很。等他将50粒药丸吃完，人基本上也废了。你这是间接帮了你夫君一个大忙呢。
小瓜，这次扳倒太子，我会得到系统奖励吗？这次我想得到寒毒解药，不要银子。系统能满足我的要求吗？别的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寒毒解药，让我夫君彻底摆脱寒毒之苦。求求你了，小瓜，一定要想办法满足我呀。这次春闱事件不知算不算你的功劳？系统会不会对你进行奖励？奖励什么我也不清楚，可能要等几日才能知道结果。小姐，花小姐、司空公子还有凤三公子来了。奶奶个凶的，本公子这么有才华的人，竟然连榜都没上，难怪本公子觉得春闱榜有问题。没想到果然有猫腻，这个废太子他怎么敢给我爹下毒，趁机操控春闱考试啊？害得我爹上吐下泻，差点拉脱了水，可怜他拉了一整夜呀。还有沈君逸那个卑鄙无耻下流之人，被废除是早晚之事，要不是他，像我这种才高八斗的人怎么可能不上榜啊？那春闱重考就对了，下次本公子肯定榜上有名。万一重考后你榜上还是没名怎么办？别把牛皮吹破了，只有考过以后才能知道。洛洛，你可别门缝里看人，把我看扁了。我司空小宝是谁呀？我可是有名的大才子，若不上榜，本公子将你送我的西江匕首吞下去。到时候你若没上榜，你不吞我送的匕首，我便帮你在脖上抹一把。福玉参见王妃，王妃安康吉祥。姐姐不是跟你说过，你我是姐弟，叫我姐姐就行吗？你我之间何必如此客气？这次春闱舞弊之事，我也听王爷说了，没想到前太子如此卑鄙，竟敢操控春闱考试，收受巨额贿赂，害得你们这些有真才实学之人榜上无名。幸好皇上英明神武，惩罚了恶人，并定下过几日重考。重考之后，你们肯定都能上榜的，我对你们大家有信心。待会儿我让厨子准备大餐，晚上你们都留在这儿用晚膳。太好了，表姐家的饭最好吃了。今日我哥也去看放榜名单了，也是气得不轻。我哥和潘玉姐交好，两人一同去了文庙。左父责怪我哥大逆不道，对我哥好一顿责骂，生怕我哥闹事被当成出头鸟责罚呢。外祖父生怕你们出事，责备你哥也正常。今日我跑到放榜处一看，肺都差点气炸了。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，许多都是我们认识的人，就是那些不学无术，天天跟着太子屁股后面像哈巴狗似的讨好的人。这大家的眼睛又不是瞎的，这种人怎么可能上榜嘛？我没上榜，福玉没上榜，花不落的哥哥花满城没上榜，就连那个江南太子潘玉介也没上榜，这其中肯定有问题啊！咱们可都是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的人呐，怎么可能不上榜呢？还好离王聪明，和我爹配合，揭穿了废物太子虚伪的面孔，否则的话，咱们这些人岂不是吃大亏了？那些去文庙闹事的学子，现在都消停了吧？听说有几人行贿1000多两银，却没能上榜，闹得最凶。废太子身为太子，徇私舞弊、贪赃枉法，毫无德行底线。他这种人将来做了皇帝，岂不是百姓的灾难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坏事做多了，总有塌房的一天。不过他身后有济国公府撑腰，以后能否重新起来，还真不好说。也许这次舞弊事件是对我等的考验也不一定，还好5日后能重考，否则定会寒了大家的心。春闱后再过1个月便是殿试，想一想都让人激动。傍晚，来福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招待客人。沈君慈回来时，还带着2位尊贵的客人。福玉参见离王陛下，大公子好，二公子好。哎，凤福苏、凤福景，你们不是在西江守城吗？什么风把你们给吹回来了啊？听说你们当了西江城的大将军，这是回来述职的吧？哎呀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赶紧坐下喝酒吃饭吧啊！大哥二哥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用过晚膳了吗？赶紧坐下来用晚膳。小妹，我们是今日回到长安城的，一回来便去见了皇上，接着呢随离王殿下过来看你，我们还没来得及回家呢，还是先过来看看你比较放心。你看上去真不错，殿下将你照顾得很好。一挥手，身后的侍卫捧上来一个木头匣子，还有2个侍卫抬着一口大箱子走了进来，将箱子放在凤扶摇的面前。这是我和福景给你带的礼物，赶紧收起来，那口箱子里什么都有，晚点你自己打开看。小妹，你不知道啊，大哥定下回来述职的日子后，便开始东跑西跑为你买礼物，恨不得将整个西江城都给你搬回来才好。凤扶摇打开木头匣子，露出满满一匣子黄金镶嵌着红宝石的首饰。哇，好美的红宝石首饰啊，这也太贵重了。大哥二哥对我这么好，我好幸福啊。你俩不会将俸禄都拿来为我买了礼物吧？你们以后别乱花钱了，要攒一点银子，以后娶媳妇儿。哎呀，瑶瑶，你是我们的妹妹，娘去得早，我们不宠你，谁宠你啊？原主的2个哥哥原来对他这么好，真的很让人感动。可惜原主不在了，我并非原主，而是来自1000年后的孤魂野鬼。不过我一定会将你们当成我最亲的兄长对待的。谢谢大哥，谢谢二哥，能做你们的妹妹是我的福气。大老远回来，
为我买这么多东西，真是辛苦你们啦。两位舅哥请放心，你们不在啊，我会宠他的。来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赶紧坐下用晚膳吧。来福啊，让厨子多做几道菜，再把本王收藏的桃花醉给拿上来。今日两位舅哥荣归，本王与他们喝上几杯。哦，这是。原来你们就是我的2位将军表哥。花不落见过将军表哥，虽然我们见面少，但我对你们2人一直十分敬仰。听闻你们骁勇善战，勇猛无敌，真是令人佩服。洛洛表妹好。外祖父的身体如何？等2日我们便去看望他老人家。满城表弟是不是今年参加春闱？祖父身体好多了，现在已经不怎么难受了。前段时间瑶表姐为外祖父寻了些药，经过治疗以后症状减轻了不少。哥哥春闱没考好，连榜都没有上，等重考呢。过几日重考，满城表弟一定会取得好成绩的，不用担心。这不是包子吗？你竟敢躲在这里蹭饭！我妹夫同意了吗？包子，这次春闱你上榜了没有？我乃离王殿下的邻居，过来蹭个饭不是很正常吗？奶奶个熊的！这次春闱考试我连榜都没上，不但我没上榜，花满城、凤福月还有那个江南才子潘玉剑都没上榜。我爹还被贪官算计，差点拉倒了床。你说气不气人呐？要不是离王殿下将舞弊之人揪出来，还不知道那些学子会当成啥样呢。过几日重考，我一定能考取前10，你信不信？就你啊，能考春闱前10名？你就吹吧，反正吹牛皮不花钱。一顿晚膳吃得热热闹闹，大家都饮了不少酒。沈君慈陪着凤扶摇同2位大舅哥喝了好几杯酒，凤扶摇也小酌了几杯，感觉到脑袋晕乎乎的。凤扶摇，你还记得你上次回来咱俩斗过酒吗？上次我没睡好，都没喝过你，今天我非把你喝趴下不可。我很厉害的，我可是喝遍长安城无敌手。兄弟，你确定喝得过我？2人一言不合便你一杯我一杯的斗起酒来。几杯酒下肚，司空小宝喝得趴在桌子下面，一把将滚滚抱在怀里，喊起了爹。爹啊，我没醉，我还能喝呢。我要和洛洛拜堂成亲，等我参加完春闱考试回来，我要娶洛洛过门。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不是喝遍长安城无敌手吗？就这，再这样下去，你爹非得断你的狗腿不可。凤扶苏和凤扶景酒量很好，喝了半坛子酒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2人指着司空小宝笑得前仰后合。到最后，花不落气鼓鼓的离去，凤扶玉扶着司空小宝回家。凤扶摇脑袋晕得厉害，喝了醒酒汤，还是有些犯晕，差点将2位兄长看成4个。大哥，你这次回来别忘了让媒人去祝家提亲。你若再不去提亲，将婚事定下来，嫂子就要被别人抢走了。接着就把前扎太子给予祝婉容，差点娶她为侧妃。他还跑去前扎太子门口退彩礼之事说了一遍。听闻那废太子后院美人无数，天天纳妾做新郎，杀小妾如杀鸡般，好不心慈手软，为人冷血无情。这次回来，为兄定会找媒人上门提亲，先将婚事定下来，过段时日便娶她进门。小妹不用担心。小妹你放心，大哥天天念叨祝家女，恨不得马上当新郎。我定会好好督促大哥，让他明日就去祝家提亲订婚。你说大哥也是的，明明和祝家女互相看对了眼，互相写信都写了起箩筐了，却偏偏不采取行动。万一大嫂真被人抢走，你哭都没地方哭去了。二哥，大哥的婚事有了着落，那你呢？你看上谁家女儿啦？若是看上了，你也要赶紧上门提亲。我还没喜欢的女子，我等大哥成亲我再说，我不着急的。西江城狼族部落族长的2女儿阿嫣，你不是喜欢人家吗？天天和人家骑马射箭，花前月下，还一起上阵杀过敌。我本打算这次回来将此事禀告父亲，得到父亲肯定后，便带着礼物替你去向狼族族长提亲。那你既然不喜欢人家，为兄那便不瞎折腾了。为兄呢，还是在长安城帮你说一门亲事得了。哎呦，可怜阿嫣还偷偷找过我，求我务必求求父亲，帮你们将亲事给定下来。大哥，阿姨真的来找过你啊？他让你去求父亲，帮我们将婚事定下来。这件事，他为何不直接跟我说呢？当然，为兄怎么会说谎骗你啊？哎呀，他一个女孩子家的，怎么好意思直接跟你说啊？不但他跟我说过，他父亲也找过我，希望将他许配给你。不过呢，你既然不喜欢人家，我便不向父亲禀告了。哎呀，免得耽误了人家，害得人家嫁不出去。大哥对我最好了，知道我喜欢阿嫣，她性格活泼可爱，为人大气不拘小节，比这长城的贵女不知强了多少倍。
请大哥务必帮我求求父亲，准许这门亲事。待我们回西江城时，我带着礼物去向阿言提亲。我只要阿言，我不要别的女子。这还差不多。既然你也同意这门亲事，我这个做大哥的呢，便帮你求求父亲吧。喜欢人家就大声承认，这没什么好害羞的。咱们的亲娘不在了，我这个做大哥的也会多为你们考虑的啊。还有小妹，你若是有什么委屈，一定要告诉我们啊。太好了，大哥二哥的婚事都有了着落。等大哥和二哥大婚，我一定送上大礼祝贺。嗨，我们要你什么礼物？你自己过得好就行。不要，我一定要送你们贺礼的。你们还不知道吧？我在做香水生意，赚了好多银子。等你们大婚之时，每人送你们5万2白银当贺礼，谁也不许拒绝。拒绝就是不喜欢我这个妹妹，我会生气的。哎呀，哪有兄长要妹妹银子的？说出去会被天下人耻笑。我们是堂堂正正的男人，需要银子会自己去挣。小妹，你和王爷已经成亲，夫妻一体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虽然太子被废，但机甲还未倒下，王爷如今举步维艰。我和辅警此次回来，偷偷为王爷准备了一支凤家军，凤家军分批达到，在城郊集合驻扎，随时都能帮王爷起事。此事呢，我们已和王爷交接好，我们兄弟俩都会暗中支持他。太子为人太过不堪，不配坐上那个位置。你和王爷务必处处小心，千万别被机甲暗中算计了去。好，谢谢大哥，我们会细心的。只是王爷的寒症快要发作了，不知何时才能爆发，着实令人头疼。我是担心他们会等王爷寒症发作才有所动作。大哥二哥既然已经为王爷做了准备，我便放心啦。夜幕降临，天色黑漆漆的，兄妹三人谈论了一番，意犹未尽。凤福苏和凤福景向沈君慈告辞离去。目送两位大舅哥离开后，拉着凤福瑶的手回到卧室休息。他今天似乎喝得有点多，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。啊，你饮了好几杯酒，不会喝醉了吧？喝了醒酒汤舒服些了吗？我今天喝了几杯酒，头也有点晕，好想睡觉啊。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两人刚刚走进卧室，沈君慈一把将凤扶摇紧紧地抱在怀里。我没醉，我哪醉了？瑶瑶，你不会离开我的是吧？瑶瑶，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，你不要离开我好吗？我从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，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，现在我好不容易有了你，你不要离开我好吗？他伸手将他脸上的银色面具给摘下来，露出一张俊美无瑕的绝世神颜。阿慈，我不会离开你，会永远和你在一起，无论你是贫穷富贵，我都愿意和你在一起。我喜欢你叫我阿慈，以后你叫我阿慈好不好？瑶瑶，你再多叫我几声阿慈，我喜欢听。阿慈，阿慈，我的阿慈。瑶瑶，你会嫌弃我身中寒毒吗？不嫌弃，我会帮你治好寒毒，让你恢复正常生活的。这次的冲围舞弊案，凤扶摇觉得自己也是出了一份力的，可是他到底能否得到寒毒解药，心里却没底。瑶瑶，我心悦你，我想要跟你过一世一双人的幸福生活。我们以后还要生几个宝宝，看着他们长大，我们会一起慢慢的变老。阿慈，我也心悦你，我们以后一定会幸福的。沈君慈深情地望着明眸皓齿的少女，眼神缠绵悱恻，微微弯下腰，炙热的唇与少女的唇紧紧贴合在一起。两人都喝得有点多，有些控制不住自己。这一次的吻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情和惊人的力量。男人的吻如炽烈的火焰，似乎要将空气点燃，烤得少女有些头晕目眩的。他们紧紧地拥着对方，忘情的亲吻，恨不得吻到天荒地老。阿慈，我们还不能圆房，否则你的寒症会加重的。我们不圆房，我只是过过手瘾。少女被俊俏的男人迷得神魂颠倒，直到和他幸福的融为一体时，才知道上了他的当。杯香红浪，满是春色，床板咯吱咯吱摇了一夜，直到天色蒙蒙亮，他们才拥着彼此沉沉的睡去。完犊子了！昨夜醉酒圆了房，这可咋整啊？阿慈不是不能圆房吗？天哪，老天爷呀！他不会有事吧？他急忙看向身边的男人，男人慵懒地躺在被窝中睡得正香，嘴角还带着艳足的笑意。老天爷呀，这个男人也太好看了吧，看一辈子都不会厌倦啊！我昨晚竟然和他圆了房，
我昨晚竟然和他圆了房，哎呀，好开心，好激动，好幸福，好甜蜜。可是他会不会犯病啊？若是犯病了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早知醉酒乱性，我昨晚就不喝酒了，后悔死我了。干嘛呀？一大早的，昨夜运动了一夜，你不累吗？你说我想干嘛，那我就干嘛。瑶儿，你终于是我的女人了，我真的好开心。以后你要永远都跟我在一起，我不许你离开我。昨晚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万一你寒症发作了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我真后悔，我们昨晚不应该喝那么多酒的。你跟我圆房以后竟然觉得后悔？难道娘子对夫君的表现不怎么满意吗？不是，昨晚你跟打了鸡血似的，一夜未消停，人家现在身体还不舒服呢，哪里对你不满意了？我是担心你寒症提前发作，这样不知节制，会让你寒症加重的。都怪我不好，若不是我昨晚高兴多喝了几杯，便不会那啥了。阿慈，如果你寒症加重可如何是好？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？我都没见过你寒症发作的样子，不知你寒症发作起来会怎样。我们圆了房，我现在不是没事吗？怕什么？放心吧，寒症发作时虽说痛苦，但是并不会有生命危险。娘子，跟你圆房的感觉原来是这么的幸福美妙，那种感觉非常的幸福，非常的甜蜜，非常的开心，让人终身难忘。我真的觉得我前面10几年都白过了，真的。瑶儿，我怎么爱你都不够，父亲现在饿了，你再喂我一次好吗？我保证只一次，真的。哎呀，你今日不用上朝了吗？万一不知节制，让你寒症提前发作怎么办啊？不行，不能再来了，我担心寒症会提前发作。你不要运动过量，你寒症会加重的。然而，在某人热情似火的撩拨下，风扶摇很没出息的投降了。这个男人是喂不饱的狗吗？万一寒症发作了，可如何是好啊？他一撩我就投降，也太没出息了。某人听了他的心声，闷声坏笑，运动的更加卖力了。这么长时间，王妃终于和王爷圆房了，太好了！若王妃能为王爷生下一个一儿半女，这地位便稳了。真希望王妃能和王爷一直幸福下去。是啊，王爷对王妃情深意重，他们一定会幸福的。王爷一看便是专情之人，比隔壁的废太子强太多了。还好小姐没有嫁给他，否则啊，岂不是要跟着他受气受苦？渣太子被废，他的女人也不会落得好下场的。你俩去忙吧，我们守在这里就行。吩咐厨子帮王爷和王妃多炖点滋补羹汤，准备好饭菜，这样他们待会儿起来便能吃到热乎乎的饭菜。另外啊，此事不要到处宣传，要为王爷王妃保密。又不是只有你为王爷王妃操心，我们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，不需要你多嘴。说完，拉着春香的手，骄傲地昂着头走了。让你多管闲事，被人嫌弃了吧？春燕这小丫头处处看你不顺眼，不如你买点礼物送给她，说不定她一高兴便对你态度好了。我送这个小丫头礼物？可拉倒吧，跟个小母夜叉似的。她看见我便张牙舞爪，要送你自己去送，打死我也不会送的。萧颖笑得一脸暧昧，摇了摇头，不再言语。时间很快到了中午，将饭菜端进来，本王陪王妃用完午膳再去上朝。是王爷。来，娘子，我为你用完午膳你再睡吧，待会儿你好好休息，我去上朝了。说好的只来一次，你就像喂不饱的狗似的蹦跶了半天，你万一寒症发作了可如何是好？不要命了吗？你若有什么问题，我岂不是得后悔死？本王要王妃就行了，还要这条狗命干什么呢？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就算让我现在去死，那也是值得的。哎呀，乌鸦嘴，好好的说什么死呀活呀的，真不吉利。你若死了，我一个人怎么活下去啊？直到你寒症发作到结束，不准再碰我，否则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。把碗给我，我自己能吃。不，你自己不能吃，我喂给你吃要更香一些。自己的娘子自己疼，我喂你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吃完午膳我再陪你睡一会儿，床单晚点再让他们给你换，不急的。哎呀，别说了，羞死了！他们看见床单岂不是什么都明白了？上次拿给皇后的原帕会不会犯欺君之罪啊？若被姬皇后拿来大做文章，可就麻烦了。你放心，他是不会知道的，就算他知道那也没事儿。如今他的心思都放在废太子的身上，暂时没有心思管我。阿慈，我还是去桌边和你一起用午膳吧。
太饿了，和你一起吃更香。你待会儿还要去上朝呢，我们一起吃好不好？沈君慈一把将凤扶摇抱起来，走到桌边，将她放在椅子上。娘子累坏了吧？来，多吃一点。凤扶摇羞得耳根滚烫，拿起筷子一阵狼吞虎咽。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：阿慈，废太子有没有爬起来的可能？最好能在他重新爬起来之前将他打趴下，否则以后你要斗败他，太难了。这个你无需担心了，我自有准备的。宗主有大瓜！昨日傍晚，姬皇后让风拂雪去请求建德帝恢复沈君义太子身份。风拂雪面见建德帝时，哪知建德帝喝了药瘾多了酒，错把风拂雪当成初恋白月光，强行和他滚床单了。啥？建德帝和凤拂雪滚了床单？这不是八辉吗？贵圈也太乱了吧！那凤拂雪要是生个孩子，到底叫渣太子皇兄还是叫他爹啊？渣太子被亲爹戴了绿帽子，这顶绿帽子赶得上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呀！这个瓜也太炸裂了好吧，将他雷得外焦内嫩的，噗的一声，一口饭喷了出来，差点被噎着。父皇如此不知廉耻，恐怕那姬代要借此事为废太子出头，谋反叛乱，讨伐父皇。阿慈，你没事吧？下午的时候你好好休息，可千万不要累着了。我现在去皇宫了。沈君慈匆匆扒了几口饭，来到外面，低声吩咐云17，让天道阁的将士们做好护驾的准备。另外，通知凤扶苏将军，联系他，让他的人在郊外候着。是，王爷。沈君慈望着蓝色的天空，他布局这么多年，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候了。昨日晚上，凤拂雪听了姬皇后的建议，进宫面见皇上，为废太子求情。在建德帝日常休息的养心殿等了许久，直到天色黑了下来，才看见小顺子扶着建德帝从里间走了出来。臣妾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，你来见朕可是有事？雪儿，起来说话吧。恳请皇上再给太子殿下一次机会吧。王爷自从被皇上废去太子封号，便一直在自省，他对自己做过的事感到十分后悔，每日都在自责，痛苦不堪。他觉得自己愧对皇上，愧对列祖列宗，愧对天下百姓。恳请皇上念在他往日兢兢业业的份上，再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。建德帝居高临下打量着凤拂雪那张娇美动人的俏脸，像极了他年少时求而不得的美丽少女。只可惜少女喜欢的是他的皇兄，最后成为他皇兄的王妃。那个时候皇兄乃是继承皇位炙手可热的人物，而他这个无能的皇子只是皇兄的陪衬。最后在姬国公的帮助下，他用卑鄙的手段除掉了皇兄。他想将那个女子收进后宫，以圆自己求而不得的梦想。然而女子却义无反顾，为丈夫殉情自杀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建德帝每每想起还会耿耿于怀。跪在面前的女子逐渐与他记忆中的那抹白月光重合。雪儿，你终于肯来见朕了。这么多年朕一直对你念念不忘，你嫁给他是不是后悔了？以后你和朕在一起好不好？朕封你为雪贵妃，待你为朕生下一子半女，朕便封你为皇后。皇上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臣妾今日过来是想求您饶恕义王，恢复他太子之位的。你若是身体不适，臣妾便让人帮您宣太医可好？建德帝不由分说，一把将凤拂雪抱起来，便往内室走去。柔雪，我的雪儿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可知我有多想念你？我睡着了梦见的是你，睡醒了看见的是你，看见蓝天白云是你，看见所有和你容貌相似的女子都以为是你。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从来未曾喜欢过别人，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。我不爱姬燕那个女人，我只爱你，我第一次看见你便爱上了你。皇上，你好好看看，我不是你说的柔雪，我是义王殿下的王妃，您赶紧让我离去，此事我不会说出去的。不，你是朕的柔雪，朕是不会认错人的。柔雪，朕一直都很想你，今日终于见到你，朕开心极了。你放心，朕是不会亏待你的，朕定会将你封为贵妃。凤拂雪又气又急，又觉得恶心，张开嘴想要呼救，却被建德帝给堵住了。哎呦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凤拂雪不是去为翠王爷求情吗？事情怎会变成这样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？真是一笔糊涂账，算不清，根本算不清。宋将军啊，沈总管。哎呦，宋将军，此事万万不可泄露出去，否则朝堂必将大乱。我们能隐瞒一时便隐瞒一时，见机行事吧。哎呦，宋卫点点头，退到暗处不再言语。他决定等事情完了之后，便将凤拂雪偷偷的送出宫。然而他们还是低估了姬皇后的眼线。姬皇后奔上前，一把揪住凤拂雪的头发，使劲一扯，将她从床上扯到地上。
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，竟敢勾引皇上，爬上皇上的床！皇上可是你夫君的父亲，你的公公也是你姨父啊！你这个龌龊下贱的小娼妇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怎么下得去手？不要脸的烂货！本宫今日打死你，打死你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臣妾不是故意的，真的不是故意的！皇上，救命啊！你这个丢人现眼的小娼妇，本宫今日打死你算了，还有脸喊救命？你怎么不一根白绫吊死自己？来人，将这个贱蹄子拖出去，赏他一根白绫！救命！救命！皇上救命啊！老皇帝得到心心念念的白月光，一夜耕耘，累得是筋疲力尽，床边打得不可开交，他却鼾声如雷，睡得比死猪还沉。凤福雪的呼救声终于将他吵醒。救命！皇上救命！皇后要刺死臣妾！皇上救命！娘娘莫要气坏身子，莫要气坏身子呀！还是等皇上醒来再说吧。啊，娘娘千万不要气坏身子呀！滚一边去！皇上被这个贱人勾引，做下乱伦的丑事，你不但不阻止，还想包庇这个小贱货。本宫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？住手！放开他！几个架着凤福雪的婆子吓得打了个哆嗦，只得将凤福雪放下来。凤福雪跌跌撞撞地跑上前，像只受惊的兔子一般躲到建德帝的身后，惊恐地望着姬皇后。此时她若是回去，定会被废太子给弄死的。求求皇上，救臣妾一命！臣妾愿意当牛做马，侍候皇上。姬燕，你竟敢当着朕的面为非作歹，加害朕的女人，狭隘妒忌，毫无容人之心，你真是太令朕失望了。皇上，这个狐狸精不知廉耻，不守妇道，不顾伦理道德败坏，罔顾人伦，背弃义儿，毁乱宫廷，为大龙国皇室蒙羞，乃是天下女人的耻辱。若不将他立即处死，堵住悠悠众口，言官势必对您扣诛笔伐，让您成为百姓口中毫无礼义廉耻的罪人。若不将他立即处死，皇上，您要如何面对自己的儿子？以后还如何在朝堂上立威服众，管理文武百官？皇上，臣妾不过是想帮皇上管理后宫，何错之有？还请皇上以身作则，万万不可辱没大龙国的皇室啊！朕不过是喜欢一个女人，何错之有？这天下哪个帝王不是后宫佳丽3000？就算她曾是义儿的王妃，那又怎样？让她与义儿和离，令义儿另娶不就行了？轮得到你这个杜甫指手画脚、唧唧歪歪的吗？来人！皇上，小孙子在，谨听皇上吩咐。拟旨令沈君义与凤福雪即日和离，封凤福雪为雪贵妃，赐驻落雪宫。若有任何人敢加害雪贵妃，杀无赦。臣妾谢皇上隆恩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雪儿，你放心，朕会保护你的，谁也伤害不了你。臣妾谢皇上隆恩，皇上温柔体贴，臣妾惶恐。能成为皇上的女人，乃是雪儿几世修来的福气。沈建德，你这个老不休的，竟将这个贱人封为贵妃，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，想要遗臭万年啊？你怕不是忘了当年是如何坐上皇位的吧？天下怎会有你这等厚颜无耻之人？以后你让义儿如何抬头做人？你根本就不配做这大龙国的皇帝，你不配！姬燕，朕已经忍你很久了，你这种不守妇道的泼妇，要不是因为有姬家之称，你以为朕会忍你？你以为自己有多高尚？别以为你和你兄长做的那些烂事朕不知道。说别人之前先撒泡尿照照自己个儿是什么个玩意儿？你配合朕讲条件吗？你若不想当皇后，正好，朕也不想让你当了。姬皇后捂着火辣辣的脸，如遭雷击一般呆住了。建德帝当年娶她为后，并非有多爱她，而是因为姬家助她坐上了那个位置，让她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。姬皇后当时还在闺中时，便和自己的兄长姬代不清不楚，已非完璧之身。她和建德帝大婚那晚，故意将他灌醉，用鸡血染上元帕，蒙混过关。次日，建德帝似乎对此事一无所知，姬皇后还沾沾自喜。但是从那之后，建德帝便广纳妃子，很少到他房中留宿。这么多年来，他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守空房，寂寞难耐，和兄长姬代经常以兄妹义士之名在一起鬼混。他以为此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，原来这个男人什么都知道，不但知道，还因姬家的势力一直隐忍不发，像个缩头乌龟一般躲在皇宫当他的皇帝。难怪这个狗皇帝铁了心要将天道阁交给沈君慈管理，而对太子沈君义向来不冷不热，不怎么上心。沈建德，我看你如何给百官交代？你的事儿我是管不了你了，但是这个女人你不能留在后宫作妖。说完，挺着脊梁骨愤恨而去。废太子府，王爷，快醒醒！皇宫来了圣旨，您赶快起来起旨吧！
快帮本王更议，定是父皇要恢复我太子之位。父皇他不让我当太子，还有谁能当太子呢？他只有我这个正常儿子能继承他的皇位，大龙国以后都是我的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即日起，令义王沈君义与凤福雪和离。沈君义另娶王妃，此后各自嫁娶，互不干涉，钦此。顺公公，父皇为何让本王和凤福雪和离？凤福雪昨晚去皇宫拜见父皇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难道这个贱人对父皇说了什么不成？他到底说了什么？王爷慎言，她现在已是雪贵妃娘娘，以后王爷见到她得唤她一声雪贵妃娘娘，切记啊，切记呀！沈君义如遭雷击一般，整个人都傻了。凤福苏兄弟看望凤扶摇之后，回到凤丞相府。次日上午，凤扶苏便让媒人前往朱家提了亲。朱家十分高兴，凤扶苏与朱婉容的婚事很快就定了下来，定在次年2月15大婚。凤扶苏向凤佐丞相说明了凤福景与狼族族长二女儿两情相悦之事。老爷一向听闻这狼族女子豪放不知礼节，若是娶回家，岂不是惹人耻笑？我倒是觉得惠景儿在长安城娶一个大家贵女更合适。我娘家就有个女儿，名叫姬玉堂，今年15岁，是我叔叔的女儿，生得花容月貌，和景儿十分般配。不如将玉堂许配给景儿。你还嫌姬家不够恶心吗？非要将姬家的屎往自己身上抹？以后我劝你还是少回娘家的好，免得被人辱骂指责。苏儿和景儿的婚事不需要你来瞎操心，你给我安分一点。姬夫人被他对得说不出话来，气得回到自己的房间。凤福玉的生母王姨娘小心翼翼地跟进去随身伺候。夫人，喝点茶水吧。茶杯哐当一声砸得粉碎。贱蹄子，你是想活活烫死我吗？别以为你恬不知耻勾引老爷，为他生了儿子，便想爬到我的头上作威作福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儿子做到丞相之职，你还是服侍我的下贱丫鬟。哼，这辈子你都不可能当上诰命夫人。王姨娘眼中含泪，默默蹲下身，收拾着摔碎的茶杯。娘，我要大哥腰上挂着的宝剑，你去帮我抢回来。夫人，刚才小公子遇见大公子和二公子了，他见大公子腰间挂着的宝剑很是威风，便要求大公子将宝剑送给他。这小公子又哭又闹的满地打滚，可是大公子连碰都不让他碰一下那宝剑。于是小公子就咒骂了大公子和二公子，说他们会死在战场上。这大公子气不过，便喝令奴婢将小公子领走了。这大公子也太欺负人了，将宝剑给小公子摸一下又怎么了？又不会少块肉。他们这是压根没把夫人您放在眼里呀。当初他们娘亲难产过世，老爷迎娶您过门的时候，他们兄弟俩才不过5岁，那扶摇那个草包才几个月大小。哎，真是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不值得您照顾他们这么久啊。姬夫人对王姨娘挥了挥手，将她撵出去，站在日头下守着。你去打探一下大公子和二公子何时出发，这两个东西若是娶了亲生了子，这凤家财产哪里还轮得到我的寿儿？我一定得想个办法将财产留给我的寿儿。你去找我的表哥，就说明日我想和他见一面。对了，让他去别院等我，这么长时间没见他，我还挺想他的。他的路子广，认识那些刀口嗜血之人。凤福苏和凤福景述职之后，不是很快要回西江城吗？那就神不知鬼不觉，让他们死在路上。哼，谁会知道是我做的呢？夫人，听说那些人收费极贵，一次任务至少要10000两银子起步。若此事要败露了，老爷会不会治您的罪呀？哼，人不狠会不稳，我若不帮我的寿儿多筹谋筹谋，以后还有我寿儿的立足之地吗？这些年我暗中攒了不少的私房钱，这点银子我还出得起。千万不可走漏风声，否则你我都会吃不了兜着走的。凤福玉回到家，便看见王姨娘半张脸红肿不堪，手指还被东西割伤，绑着带血的布条，顿时既心疼又愤怒。姨娘，你的脸和手怎么了？是不是朱某又迁怒你了？他为何迁怒你？我去找他理论。哎，玉儿，姨娘没事，是自己不小心撞到的。过几日春闱重考，你一定要好好复习，争取考得好成绩，其他的不用多想，只要你顺顺利利，姨娘便满足了。姨娘本来就是夫人的丫鬟，她手上还拽着姨娘的卖身契呢，姨娘伺候她是应该的，你千万不要去得罪她。姨娘，待我考取功名做了官，定要为你争个诰命夫人。你若成了诰命夫人，便再也不需要像下人般侍候他们，到时候我带你出去买房另过，再也不用看他们眼色。
玉儿，你好好努力，姨娘一定会等到那一天的。庶子向来没有地位，只有好好读书才能出人头地。等你考取功名，做了大官，娶妻生子，娘便安心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奉福雪贤良淑德，封为雪贵妃，赐驻落雪宫，钦此。恭喜奉所丞相，贺喜奉所丞相，您家二女儿成了贵妃娘娘。奉所丞相双手接过圣旨，如同晴天霹雳一般，整个人都蒙圈了。他不是太子的老丈人，为何一眨眼便成了皇帝的老丈人了？刚才皇上已经下旨令翼王与王妃和离了。不是吧？皇上竟然夺走了儿子的妻子，这他娘的都什么事儿啊？皇上怕不是老糊涂了吧？爹，福雪不是翼王王妃吗？为何会成了雪贵妃？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何事？这事要是传出去，那凤家人以后还如何做人？人家肯定会说我凤家女儿不知廉耻的。是啊，福雪从翼王妃变成雪贵妃，七皇后是的姨母，皇上是的姨夫，这不是乱伦吗？这福雪还要不要脸了？也太不知廉耻了。这皇上也是糊涂，怎么能将儿媳封为贵妃呢？这事若是传出去，岂不是沦为天下人的笑柄？雪儿竟然成了皇上的贵妃，这可是比翼王妃强多了呀！太子已经被废，雪儿跟着他只有吃苦的份儿。老爷，雪儿成了贵妃是凤家的大喜事儿啊！我就知道我生的这个女儿是个有出息的。凤福苏和凤福景都用看傻子一样的目光看着他。哎呀，你给我闭嘴！这件事情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吗？值得你到处炫耀？看看你教的好女儿，抛弃翼王成为皇上的贵妃，秽乱宫廷，不守妇道，不知廉耻，我以后还如何面对世人呢？这大逆不道的孽障，这是要叫我活活的气死啊！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雪儿成为贵妃娘娘怎么了？若是雪儿回家，你我还得对她行跪拜礼呢。太子已经被废，还是有虐待倾向的变态，雪儿跟着他根本就不幸福。雪儿离开他，不正是逃出狼窝了吗？再说了，皇上愿意封雪儿为贵妃，那也是他的本事。别的女儿有雪儿这个本事吗？我凭什么不能到处炫耀？我就要到处炫耀！凤福苏和凤福景面面相觑，两人拱了拱手，一起走了出去。你有没有用你的猪脑子想过？雪儿本是翼王王妃，姬皇后乃是她姨母，如今呢，她与姨母共侍一夫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姬皇后身后有姬国公府撑腰，向来是肆无忌惮，她一向善妒狭隘，不知暗中弄死过多少后宫的妃子。她那种人怎么会允许雪儿做出这等祸乱宫廷之事？这不是为皇室蒙羞，挑起皇上和翼王之间的父子矛盾吗？姬皇后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，采取各种手段对付雪儿，千方百计地除掉她。而且翼王平白被戴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，也定会将所有怨气发泄在雪儿身上，想尽办法杀了她。雪儿在皇宫可谓是危机四伏，最后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你这个头发长见识短的蠢货，还在这恬不知耻，沾沾自喜。这么多年，你的脑子都长到狗肚子上去了吧？老爷，雪儿的处境如此危险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，看着她白白送死吧？唉，我能怎么办呢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几日后，凤福苏和凤福景兄弟辞别皇帝，打算返回西江城。临行前来向凤府瑶辞行，兄妹三人短暂相聚之后依依惜别。大哥、二哥，祝你们一路平安顺利。今日一别，是否等明年大哥大婚时才能再次相聚？大哥，你放心去戍守边关，我会帮你好好陪伴大嫂的。还有，祝二哥说亲顺利，早日将二嫂娶进门。到了西江城，记得给我来封信，免得我挂念你们。凤福瑶目送着两人带着数十名侍卫离去，心里怅然若失。哪知半日后，凤福瑶突然接到系统小瓜的消息：宿主，姬夫人买通杀手，打算半路截杀凤福苏和凤福景两兄弟。截杀之处在长安城通往西江城的路上，一个叫黑风林的地方。你和离王现在赶过去，天黑之前应该还来得及。567，你赶紧去通知王爷，就说有人买通杀手，要在黑风林截杀我的两位兄长，请他多带点人，赶往黑风林救援我的大哥二哥。我现在赶去西城门，和他在西城门会合。是。小姐，什么人要截杀大公子和二公子？万一大公子和二公子出事怎么办？帮我将那套男装取过来，我马上赶往西城门与王爷会合。你俩没有武功，不需要陪我前往。瑶儿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两位兄长不是早上才刚出发的吗？阿慈，你来了，我们赶紧出发吧。我担心晚了会来不及。我也是意外得到消息，说有人要在黑风林截杀我兄长。好，黑风林离长安城约2个时辰的路程，我们现在出发。
凤将军，我劝你们不要负隅顽抗了，赶紧从这悬崖上跳下去吧。我们这么多人，你们是打不过我们的。有人花了大价钱买你们的命，我们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噗嗤一声闷响，黑衣蒙面人头领的后背被雪亮的宝剑一剑穿心。天道阁，李王爷，身子软趴趴的一歪，便轰然倒地，抽搐了几下便没了动静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天道阁阁主来了！黑衣蒙面人吓得魂飞魄散，抱头鼠窜。大哥，二哥，我和王爷来救你们了。瑶儿，你怎么来了？不要过来，这儿危险！天道阁的将士们纷纷奔上前，将黑衣蒙面人围起来绞杀。凤福苏和凤福景带领的将士们士气大涨，联合天道阁将士们将黑衣蒙面人杀得哭爹喊娘。小半个时辰后，黑衣蒙面人被绞杀得干干净净。是谁派你们来的？还不赶紧交代！若有半句假话，小爷便将你阉了当太监。大人，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派我们来的，与我们接洽之人乃是一个姓马的中年男人，想必是雇主担心身份败露，所以才找了中间人操办此事。小的只知道这些了，还请大人饶命啊！大哥二哥，不用问了，我得到消息，说是姬夫人买通杀手，想要你们二人性命。你们现在随我回家，我要和这个毒妇当面对质，取他狗命。还请天道阁帮我大哥二哥解释一下他们回家的原因。这件事我来向皇上解释，你们无需担心的。姬夫人想要我们的命，她为何要我们的命？我估计是为了凤家财产，她想将所有财产都留给她那个傻瓜儿子，所以将你们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。这个毒妇心如蛇蝎，我是不会放过她的。凤扶摇再回到凤丞相府的途中，越想越是愤怒。小瓜，仔细搜一搜关于姬夫人的大瓜，看看这个毒妇还做过哪些伤天害理之事。我今日不锤死她，我就不是凤扶摇。天哪，卢！不查不知道，姬夫人竟然有这么多瓜。她年轻的时候有个相好是她表哥，名叫马有才。马有才容貌英俊，风流倜傥。她还未嫁给你爹时，便和他好上了。姬家嫌弃马家门不当户不对，想通过姬夫人联姻嫁个高门大户。在姬皇后帮助下，姬夫人后来嫁给你爹。姬夫人和马有才藕断丝连，两人在外面还有套别院，经常私会呢。这马有才没啥本事，是个吃软饭的孬种，一把年纪了还是个混日子的小官。姬夫人生的儿子姬福寿，便是她和奸夫的儿子，不是你爹的种。她身边有个周嬷嬷，是跟她陪嫁过来的奶娘。这些事周嬷嬷应该知道的一清二楚，一问便知。马有才便是那个买通杀手，对凤福苏和凤福景下手的中间人。今日他们刚刚幽会过，商量刺杀你兄长之事。马有才今晚便宿在别院。难怪凤福寿是个傻子，原来不是我爹的孩子，而是近亲产物。没想到这毒妇如此风流下贱，竟为我爹戴了这么多年的绿帽子。我爹将别人的儿子当成宝贝疙瘩似的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这个马有才胆子可真肥，连我兄长也敢下手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今日我便勉为其难，帮我爹捉奸，让这对狗男女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大哥二哥，买通杀手刺杀你们之人，乃是一个叫马有才的人，而这个马有才乃是姬夫人的老相好，或者说是奸夫。姬夫人并不像表面那么温柔良善，她嫁给爹之前便和她表哥马有才私通了，两人还在长安城买了一座别院，时不时过去幽会。我们的那个傻子弟弟凤福寿，便是他和奸夫的孩子。我们不如先去他和奸夫偷情的别院，抓住奸夫，让他交代实情，然后再带着奸夫回府，向爹爹禀告此事。不拿出实质证据，那毒妇是不会承认的。两人一合计，觉得此事可行，于是一行人浩浩荡荡的来到姬夫人和马有才住的别院。凤扶摇等人冲进别院，将马有才从床上揪下来，没想到此人不但住在别院，还搂着一个美貌的小妾睡得正香甜。狗东西，竟敢买通杀手，刺杀朝廷命官，还不老实交代是谁指使你干的？否则我们上报朝廷，你乃株连九族的死罪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此事不是小人指使的，而是姬夫人指使的。他想杀了两位大人，帮他儿子夺取财产，所以找到小人这里，让小人帮他联系杀手。小的只是个跑腿的，罪魁祸首是姬夫人啊！马有才，姬夫人的儿子凤福寿，不就是你儿子吗？姬夫人身边有个叫周嬷嬷的，已经交代了你们通奸的事实。姬夫人婚前便与你苟合，婚后置办了这座别院，经常与你在此处鬼混。后来她怀了你的孩子，假装对凤左丞相说怀的是他的孩子，那个孩子便是凤福寿。马有才，人证物证俱全，你还想如何抵赖？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我什么都说。姬夫人嫁给凤左丞相前，确实早已与小的相识，我们是表兄妹关系，从小便认识，很早便在一起了。可他爹嫌弃小的家境贫寒，配不上他，不同意我们的婚事。后来我们各自成了家，是姬夫人去主动勾引小的的，说对小的一往情深，愿意和小的做一对露水鸳鸯。他在此处偷偷置办了一套宅子，供我们经常幽会之用。不但如此，他还经常拿银子给小的，说是对小的补偿。
事实经过便是如此，还请大人饶了小的狗命。这是你和戚夫人通奸及合谋买凶杀人的口供，你在上面签字画押。马有才捧着口供仔细看了看，抖着手在上面签字画了押。去将老爷和夫人叫起来，就说大公子和二公子回来了。侍卫一溜烟跑去将凤锁丞相和戚夫人请了起来。戚夫人听说大公子和二公子回来了，暗自窃喜，还以为是他们的尸体被人给抬了回来。随着凤锁丞相喜滋滋的到了厅堂，便看见凤福苏和凤福景好端端的站在他们面前。马有才，戚夫人心里咯噔一声，顿觉大事不好，吓得腿都软了。臣不知王爷驾到，有失远迎。无事，瑶儿请本王陪他回来一趟，本王便随他回来了。毕竟本王如今也算是半个丞相府的人了，是吧？苏儿、景儿，你们今日不是出发前往西江城吗？为何中途又跑了回来？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王爷请看这份供词，我和弟弟回来便是为了此事。我们在半路遭到蒙面刺客伏击刺杀，幸亏王爷赶去救了我们，否则不知后果如何。此事乃姬夫人和马有才合谋所为，其目的便是为了凤家家产。你胡说！我怎么可能和别人合谋刺杀你们？你和景儿都是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，虎毒不食子，我怎么可能害你们？一定是有人见不得我们好，恶意污蔑我的。老爷，您可要为妾身做主啊！姬夫人可知，这马有才是从哪里找到的？是在你们经常幽会的别院找到的。他说你们今日下午才刚刚见过面，今日下午你们一起合谋，由你出面买凶刺杀我兄长。他已经交代了如何与你婚前苟且，婚后通奸，为我爹戴绿帽之事。不但如此，你们还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凤福寿。可怜我爹将他当成宝贝疙瘩一样看待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你这个不守妇道、丢人现眼的贱人！凤丞相府的脸都被你给丢光了，你这奸夫交代得如此清楚，你还想如何狡辩？说着将马有才的供词摔到姬夫人的脸上。姬夫人捡起供词一看，脸都吓白了。老爷，不是的，这供词不是真的，是他污蔑妾身的。买凶刺杀苏儿和景儿之事，妾身并不知情，都是马有才干的。寿儿是您儿子，不是马有才的儿子，您一定要相信妾身呐！这么多年，妾身养大您和前妻的3个孩子，从来未曾亏欠过他们。妾身就算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啊！老爷，你不能因为小人的一面之词，便责怪妾身呐！刺杀2位公子之事，明明是你让我帮你买凶杀人的。你让周嬷嬷给了我10万两银票，让我务必找人杀死他们。还说凤丞相府的财产都是寿儿的，不能便宜他们。你这个王八蛋，一定是恨我嫁给凤丞相，没有嫁给你，所以怀恨在心，故意设计害我。你所人怎能如此恶毒？我们好歹是表兄妹的关系，你怎能随意污蔑我？此人买凶刺杀朝廷命官，罪不可赦。来人，将他送往天道阁严加审问。若实有此事，请天道阁秉公处理，将其绳之以法。辛苦王爷跑一趟，感谢王爷救下犬子。时候不早了，王爷和王妃回去休息吧，剩下的都是家事，便不劳烦王爷和王妃了。沈君慈和凤扶摇对视了一眼，两人起身告辞离去。送一杯鸩酒上来，赐姬夫人喝下。姬夫人抱病身亡，明日便去给姬国公府报丧。姬夫人吓得肝胆俱裂，哆嗦着一屁股坐在地上抖个不停。鸩酒送上来，凤锁丞相亲自捏着他的嘴，强行给他灌了下去。姬夫人挣扎片刻，便七窍流血而死。姬夫人死后过了几日，凤福寿偷偷溜出了凤丞相府，再未回来。据说凤锁丞相府出动了许多人，找了许久都没有找到。那孩子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据说很有可能是被人贩子给拐走了。凤福苏和凤福景兄弟重新出发前往西江城，只是他们在半途便偷偷停了下来，等待沈君慈那边的消息。这日上午，沈君慈上朝时，突然感到身体不适，一阵阵的发冷，心口闷得发慌。他心里咯噔一声，预感到寒症似乎要提前发作了。好不容易挨到了傍晚，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李王府。阿慈，你脸色好差呀，是寒症提前发作了吗？我让厨子备了晚膳，你赶紧先用晚膳，等用完晚膳泡个热水澡，晚上早点休息。可能是寒疾提前发作了，不过没事的，你不用担心。是不是因为我们同房造成的？我说不来吧，你昨晚非要来，还不知节制，这么难受。这下满意了，你若寒症提前发作，我不得内疚死。早知你发作起来如此难受，便不圆房了。赶紧用膳，用完膳帮我沐浴。
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就算我是死了，我也是满足的死去，因为我还有爱着你的我。呸！不压嘴，什么死啊活呀的，不许胡说八道。沈君慈勉强用了一点饭，凤扶摇便陪着他回到卧室。哪知刚刚走进卧室，沈君慈便汗如雨下，脸色白得吓人。他捂着沉闷的心口，感觉到喉咙一阵腥甜，猛地咳嗽了几声，突然咳出了一大口鲜血。怎么如此厉害啊？小乖，赶紧帮王爷看看他有没有事啊！瑶儿，对不起啊，让你担忧了。这次寒症提前发作，你让17将我师父叫来，只要可以熬过去，那便没事。不过，若是这次熬不过去，你就拿着我的财产好好的生活，好吗？什么熬不过去？你不会有事的，否则你死了，我一个人可怎么活呀？沈君慈突然捂着心口，开始大口大口的呕血。宿主，离王寒毒发作，而且特别凶猛，完了，若是他嘎了，你我都完蛋了。17，赶紧去将王爷的师傅请过来，王爷吐了好多血，看上去非常难受。小乖，这次春闱作弊案，我到底能否得到系统奖励啊？别的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想得到寒毒解药。阿慈他一直在吐血，看上去非常严重。哎呀，这次能否得到奖励，我真的不确定啊。这按道理来说，你帮离王澄清春闱舞弊案，废掉太子是可以得到奖励的。今日是第5日，如果第7日还未得到奖励，便不会有奖励了。这到底是什么狗屁系统啊？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。原来说好的24小时给奖励，后来又到了48小时，现在呢？你告诉我7日才知道有没有奖励，7日之后黄花菜都凉了，我还要奖励干什么呀？系统小瓜装聋作哑，不敢吱声，他也没有办法呀。沈君慈虚弱地躺在床上，俊美的容颜比白纸还要白。王爷，你师父马上就来了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！以前发作也这么严重吗？会不会是我们圆房之故啊？早知你发病会如此凶险，我们就不圆房了。我真是后悔，悔得我肠子都青了。说你有个3长2短，我是绝对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哎呦，傻丫头，不是圆房的原因，你千万不要自责了，不用担心的，我是不会有事的，好吗？不是还没到寒毒发作的时间吗？为何会突然发作？我的天，为何吐了这么多血啊？我可怜的徒儿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服用过师傅给你的药丸没有啊？蠢丫头，你是不是不顾我徒弟死活，强行和他圆房了？乖徒儿，为师不是告诉过你不要与他圆房吗？这女人一看就是红颜祸水，红颜祸水啊！徒儿，你的脸完全好了，你的脸是如何好的？为师为何不知道？你就是我夫君的师傅，那个叫什么缺德的吧？我夫君的脸是我治好的，怎么了？为何要让你知道啊？你不分青红皂白便责备我是红颜祸水，是不是太武断了？他总觉得此人的五官有几分熟悉，似乎是在哪里见过。此时此刻，他全部的心思都在沈君慈身上，无暇深究到底是在哪儿见过这个师傅。哼，臭丫头，你靠边站！我要为我徒儿施针治疗。你就骂我缺德，你若强行和他圆房，才是缺了大德。师傅，你错怪瑶儿了，是我要强行圆房的。师傅，此事不能怪他。师傅，我现在心口堵得难受，师傅赶紧为我施针治疗吧。这王爷的寒症为何如此严重？他会不会被寒症给冻死啊？蠢东西呀！我3番5次叮嘱你们不要圆房，你们倒好，背着我偷偷圆房。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蠢丫头，过来帮这蠢东西脱去衣裳，我要为他施针。凤扶摇心里无比愧疚和自责，急忙上前帮沈君慈脱去身上的衣裳。他的肌肤上竟然附了一层薄霜，散发出丝丝的寒气。凤扶摇大吃一惊，连忙摸了摸他胸肌上的薄霜，他的肌肤寒冷如冰，那层薄霜沾上凤扶摇的手指便融化了。师傅，阿慈身上为何会结寒霜？她不会有事吧？蠢丫头，别在那里碍手碍脚的，闪一边去，让我为她扎针。这次为何如此严重？还不是因为圆房让他损耗了精血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呐！哎呀，年轻人真是无知者无畏呀！10几根银光闪闪的银针尽数扎进他胸膛的药穴。齐皇后太恶毒了，竟给他下这么阴损的毒药。这些年他到底受了多少苦，是怎么过来的呀？他能一步步走到今天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我恨不得将齐皇后碎尸万段，放解心头之恨。这个女人能稳坐皇后之位，自然有非常手段。宿主，我刚才为离王扫描过，寒毒已经侵入她5脏6腑，否则不会出现白霜。此时她正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巨大痛苦。宿主，离王不会挂了吧？他要是挂了，
你我都玩完了。沈君慈虽然停止了吐血，然而身上的薄霜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有增加的趋势。此时他双眼紧闭，牙关咬紧，已经是陷入昏迷的状态。乌鸦嘴，别乱说话。史料记载，他不是3年后才死吗？所以他只是症状加重，是一定不会有事的，对吧？也许明天我便能得到解药，帮他解除寒毒之苦。我好不容易爱上一个人，可千万不要让我变成寡妇啊！沈君慈在半昏迷中听到凤扶摇的心声，他嘴唇哆嗦着，想要告诉这个傻丫头，他也是第一次爱上一个人，是一定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变成寡妇的。可是他能听见凤扶摇的心声，却无法睁眼，更无法张嘴说话，只能咬紧牙关，等待着那股钻心的疼痛慢慢过去。乖兔儿，你身上为何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寒霜？以往寒毒发作只是内脏绞痛、打寒战和吐血。哎呀，乖兔儿啊，你可千万别丢下师傅不管，你还要为师傅养老送终啊！你可别撂挑子呀！赫连缺失针后，沈君子便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，虽然不再吐血，但是身上的寒霜不但没消失，还有逐渐增厚的趋势。凤扶摇和赫连缺守在床前，都心急如焚，一夜未睡。云十七、萧影、春燕、春香默默守在房门外，也一夜未睡。师傅，王爷身上的薄霜越来越严重了，要不要将他泡在温泉中保命？我担心再这样下去，他会被活活冻死。你以为我没想过将他泡在热水中啊？他体内寒毒早已侵入五脏六腑，就算你将他烤熟，也去不了他五脏六腑的寒气。泡在热水中能解决什么问题？只会让他寒气出不来，更加痛苦。真是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，净出些馊主意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你经验丰富，那你告诉我，怎样才能帮他去除寒毒？难道我们只能这样眼睁睁看着他的生命体征慢慢消失吗？说不想办法帮他治疗，我担心他拖不了几日了。春丫头，你好好照顾他，千万不可犯傻给他热敷。我去寻一味草药，看看能否帮他困住病情。哎呀，我的乖徒儿啊，你可千万不能让师傅白发人送黑发人呐！赫连缺抹着眼泪，急急忙忙地跑出去。凤扶摇一屁股坐在床前，呆呆地看着昏迷不醒之人。早知道同房后果如此严重，他便和这个家伙分床睡了。凤扶摇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再次看向空间，然而系统奖励还是未到。17，你进宫一趟，向皇上告个假，就说离王寒症发作，需请假几日。云17领命离去，向建德帝禀报沈君慈寒症发作之事。建德帝很快派了太医过来查看离王的病情。白霜，离王以前寒症发作也从未如此严重过呀，这一次竟然出现白霜附体之症，王爷这一次恐怕凶多吉少啊。什么？老大人，他的情况真的如此严重吗？老太医仔细号脉，发现离王脉象极其微弱，机不可查。王妃，王爷已是病入膏肓，恕老臣无能为力。如今王妃只能耐心等待，也许王妃再等一等，等王爷熬过去也未可知。王爷都这样了，还能等着进棺材吗？太医，有没有什么药能控制他的病情啊？对不起，恕老臣没用。这种病症最好的结果便是活死人。老臣告辞，还请王妃节哀顺变。老太医回去后，将沈君慈病重的消息禀报了建德帝。此次离王病重比以往更甚，以前只是呕血，而此次浑身覆满白霜。皇上，此乃活死人征兆，恕老臣无能为力呀。此儿以前寒毒发作，不是只是呕血吗？为何这次竟会浑身覆盖白霜？此儿真的没有活下来的希望了吗？苍爱卿，难道连你也没有办法吗？臣观天象，天狼星虽然暗淡，却隐隐有一线生机。离王殿下到底能否活下来，要看他自己的造化。也许能，也许不能，都未可知。也许皇上再等一等便知道了。凤扶摇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急得团团转。过了一会儿，便又看一次空间，看看系统奖励到了没有。然而让他失望的是，他连奖励的影子都没看见。阿慈，不知奖励什么时候才能到，我也不知能否得到帮你去除寒毒的解药。看到你这么痛苦，我心里特别自责，我不该和你圆房的。我也特别痛恨姬皇后那个毒妇。还有3年，大龙国便会灭亡，也只有你才能拯救大龙国。我本以为我攻略你，让你爱上我，我便能活下去。可是我从来未曾想过，
若是你出了事，我也会活不下去的。虽然人固有一死，可是我想和你一起幸福的活着。以前我从来不知爱情是什么，直到遇到了你。你不在，我会天天想你，你痛苦，我的心里也痛得要命。你对我好，我恨不得加倍对你好。我想和你白头偕老，过一世一双人的幸福生活。如果你不在了，我也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。阿慈，我求求你，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？只要你醒过来，我便和你一起去寻找你的亲生母亲。只要你醒过来，我便将我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。然而床上的人却一动不动，俊美无瑕的脸上覆着一层薄霜，如同睡着了一般安详。凤扶摇一直等到深夜，都未等来系统的奖励，却等到了一个惊天大瓜。今日姬皇后故意找雪贵妃的茬，让人将雪贵妃的手都给敲断了。雪贵妃向建德帝添油加醋，哭诉了一番。建德帝大怒，当众宣布废除姬皇后的皇后封号，将其贬为庶人，并打入冷宫。雪贵妃还不解恨，令人砍去姬皇后四肢，将她变成了人质。此时姬家刚刚知道，明日估计会大闹皇宫呢。如今宫中闹成一锅粥，好一个乱子了得！明日恐怕又要死几个言官啦。哼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如今姬皇后被废，还被削成人质，乃是罪有应得。阿慈寒疾发作，病情严重，我担心姬代和废太子会造反，逼建德帝让位。若是如此，我们便被动了，得想个法子先将废太子杀了。就算杀不了他，也得让他脱层皮。嘿嘿，那不是很简单吗？废太子的快乐丸刚好吃完了，你这边不要再供应他药丸，他便会去掉半条命。这快乐无极限真是好东西，杀人于无形啊！废太子的药丸吃完了，这太好了。若是能因此而挂掉就更好了。历史记载，大龙国这几年混乱不堪，岌岌可危，所以3年后才会灭亡。我是担心阿慈再不醒来，大龙国怕是连今年都挺不过去了。我连着2日没睡，脑袋痛得要命。沈君逸的媳妇被爹抢走了，他是个什么反应啊？总不会是逆来顺受当缩头乌龟，让凤扶雪为他生个弟弟吧？沈君逸接到令他与凤扶雪和离的圣旨，并没有太多反应，而是继续和后院机械们享受玩乐，半点未受影响。你今日若不为他提供快乐丸，他今晚定会痛不欲生。嘿嘿，这个人渣活着也是个废物，最好今天死了算了。小瓜，系统奖励为何现在还未到达？这次春闱舞弊案，我虽然未帮离王抓捕案犯、审理案犯，可我好歹也为他透露了一些关键的东西。难道我得眼睁睁看着阿慈就这么睡过去吗？我好不容易爱上一个人，看着他就此死去，我的心就像被人撕裂般难受。沈君慈迷迷糊糊中听到凤扶摇的心声，他的心也像撕裂般疼痛。宿主，你别急呀，也许再等等，奖励便到了。系统最长的奖励时间乃是7日，今日乃是第6日。也许你再等上24小时，奖励便到了。我能等，可阿慈不能等。如今他命悬一线，我只能看着他的生命一点点的消失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沈君慈听着凤扶摇的心声，心痛不已。在认识这个傻丫头之前，他从未感受过爱，也不知情为何物。自从认识她之后，他的生活开始变得阳光灿烂起来。他对她越来越牵挂，恨不得将最好的都捧到她面前。可是他感觉到眼皮似有千斤重，想要说话根本张不开嘴，想要醒来却根本醒不过来。这一晚，凤扶摇实在熬不住，合衣躺在沈君慈的身边，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。这一觉睡得很不踏实，做了一夜的噩梦。他梦见自己躺在冰窖中，四周天寒地冻。他梦见沈君慈变成了不能动弹的冰雕。他梦见大龙国被叶国攻破，悲催的亡了国。他梦见2个大哥被姬粉那个毒妇给陷害谋杀。他梦见自己和系统小瓜即将被主系统残忍抹杀。小姐，王爷的师傅回来了，说是让你赶紧去见他。凤扶摇一个鲤鱼打挺，坐起身来，急忙看向身边之人。凤扶摇洗了一把脸，急急忙忙地来到外间。蠢丫头，都火烧屁股了，你还睡得着啊？真是没心没肺！这火鹤草我找来了，我去喂给我徒儿服用。师傅，不需要煮一煮或者洗一洗再用吗？这草根还带着泥巴呢，就这么喂给王爷吃啊？他岂不是得吃一大口泥土？要不我拿去洗一洗再用？你懂个屁！这火鹤草必须原汁原味才能保持最佳效果。哎呀，别废话了，赶紧给我去救人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乖徒儿啊，我也是为你找了火鹤草来，希望这次
能帮你根治你体内的寒毒。说着，小心将火鹤草沾着泥巴的根部掐断，抬头看着呆愣的凤扶摇，一脸嫌弃：“蠢丫头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等米下锅吗？帮我将他的嘴掰开，我要给他喂药。”凤扶摇只好爬上床，蹲在沈君慈的身边，轻轻地捏开他的嘴，方便贺连缺喂药，心里嘀咕着：喂药不该是喂汤药或者丹丸吗？难道师傅要将这把草像喂牛似的强行塞进我夫君嘴里？万一我夫君没有病死，而是被这草活活噎死了咋整啊？那我岂不是真的要当寡妇了？我的傻媳妇儿生怕我死了，好让人感动呢。我是真的不想死，我想要活下来，我想和我的傻媳妇儿相亲相爱一辈子。贺连缺迎着凤扶摇惊愕的目光，捏着火鹤草对准沈君慈张开的嘴，接着提起内力，将火红色的草药化成一滴滴血红的草汁，从贺连缺手心中滴落下来，一滴滴流进沈君慈的嘴里。瞧你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真心让人瞧不起。我徒儿怎么会喜欢你这种蠢丫头？这世上并非所有的草药都需熬成汤药，就比如这火鹤草，乃是寒毒克星，原汁原味，药效最大。蠢丫头，多学学吧，这世上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。凤扶摇越看这老头，越觉得似曾相识，特别是对方说话的语气，还带着那种蔑视的小眼神，看着怎么就这么熟悉呢？凤扶摇猛然想起那日傍晚倒在地上碰瓷的糟老头子，还有那次上吊寻死被他戳穿诡计想要讹银子的老太婆。啊，我勒个去，这俩人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嘛！那蔑视的小眼神和面前这个糟老头子一模一样。这糟老头子易容术确实了得，可是他呢，易容顾头不顾腚，脖子上那颗黑色的大痦子简直一模一样。这是当我眼瞎，拿我当傻子糊弄呢？感情这糟老头子认为我配不上王爷，所以变着花样来试探我。哼！而且这事儿阿慈八成也知道。最可恨的是，这家伙明明知道却不阻止，好气啊！哎呀，完犊子了！这傻丫头也太聪明了吧，连师傅易容试探她都看出来了。还有这个老顽童竟然还试探了第二次，真是他怎么不上天呢？真是不是闲得蛋疼啊他？气死我了真是气得我五脏六腑越来越疼了。师傅，您是谁呀？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都多，吃过的盐比我吃的饭还要多。您是见过世面的人，确实比我懂得多了。蠢丫头，学着点吧，无知不可耻，不学习才可耻。是啊，我是应该多向师傅您好好学习，比如扮成糟老头子到处碰瓷敲诈银子，再比如扮成老太婆上吊自杀臭不要脸骗银子。你的易容术是真不错，演技也相当炸裂，差点叫我糊弄过去。师傅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，你这歪门邪道骗人的手段真令人不齿。我那是讹诈吗？我只不过是担心我徒儿娶了你这么个蠢丫头拖累的。不过我试探你后发现你还没蠢到家，配我这个优秀的徒儿勉强凑合。我倒是觉得你这种无聊又狂妄之人，当我夫君的师傅实在是太过勉强。他脸上的疤痕，听说你为他治了许多年，可结果疤痕还是疤痕，根本没有什么变化。而我呢，为他治疗半个月就恢复如初。我夫君身中寒毒这么多年，也没见你将他治好。由此可见，你不但狂妄自大、无聊透顶，医术也不怎么样，否则我夫君也不会拖了这么多年还未好。你口口声声说我是蠢货，可我觉得你连我这个蠢货都不如。赫连缺被凤扶摇对的瞠目结舌，哑口无言。这么多年，他想尽一切办法为爱徒治疗脸上的疤痕，奈何那疤痕太深，而且受伤时伤了肌肉，按照他的医术根本无法帮他恢复原状。爱徒体内的寒毒折磨他10几年，几乎每年都会发作，令他生不如死。但他费尽了9牛2虎之力，也只能勉强控制，根本无法根除。师傅，你知道空棺材出殡后面一句是什么吗？空棺材出殡下一句是什么？空棺材出殡墓中无人呐。这句话送给师傅不是正合适吗？你这个蠢丫头竟敢调侃我！我一心为你夫君着想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你怎能如此目无尊长？你是我夫君的师傅，又不是我师傅，我为何要尊敬你？还有，你乔装打扮对我各种试探，动不动就叫我蠢丫头，你都不尊重我，我为何要尊敬你呢？你这个蠢丫头！师傅，您还为不为我夫君治病了？这火鹤草还没有花掉多少，您就气了100次了，也太不经气了。做人要大度，不要动不动便瞧不起人，再气下去，这药汁都能为我夫君洗脸了。
我承认我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好，但人无完人，我肯定也有闪闪发光的地方，对吧？就像师傅您一样，虽然有点老顽童不着调，但是您武功高强，医术高明，对我夫君爱护有加，光是这一点便值得我永远尊敬您老人家。您知道这次探春宴我用厨艺打败太子那群人，还赢了1万多两银子吗？等我夫君病好了，我便为您做一顿美味大餐，犒劳犒劳您老人家。以后呢，我还会和夫君一起好好孝顺您，为您养老送终，让您过一个幸福晚年。如果有合适的女人，我还会帮您娶个师娘陪伴您，免得您天天无聊盯着您徒弟的媳妇儿找茬生事啊。谁要你多管闲事，帮我娶师娘陪伴了？女人多麻烦，整天唧唧歪歪的，哪有一个人过得舒服自在？宿主，赫连缺是有名的万药堂堂主，也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神医缺一手。她呀，曾有位青梅竹马的小师妹，乃江湖上第一美人，名叫林思音。有一次，林思音身中奇毒，虽救回一条性命，却因此毁了容。赫连缺对林思音一往情深，不计较她容貌丑陋，执意要与她成亲。林思音容貌被毁，心灰意冷，死也不愿嫁给赫连缺。就在他们成亲那日，林思音突然不知所踪。这些年来，赫连缺为娶妻生子，一直在寻找林思音呢。哇，没想到这个不着调的老顽童竟是个情深意重的人。小瓜，你能帮他找到林思音在何处吗？帮他找到他媳妇儿，让他媳妇儿好好管教管教他，省得这糟老头子闲得无聊，整日盯着我找茬。暂时还没有关于林思音的消息，等有了我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另外，如果林思音早已不在人世，我便找不到她的消息了。没事，有的话你告诉我一声就行。另外，我夫君的亲娘还没有她的消息吗？你夫君亲娘的消息我暂时也没能找到，也许是离得太远，或者早已不在人世，所以我搜索不到。等我搜索到了，一定会告诉你的。凤扶摇现在看着赫连缺这个糟老头子，顿觉顺眼了很多。赫连缺正在努力地控制手心的药草，用力挤压着药草上的汁液，火鹤草在他手中一点点地化成尾状，继而化成药汁，尽数流进沈君慈的嘴里。沈君慈一边吃着热乎乎的瓜，一边痛得死去活来，火辣辣的液体流进他的喉咙，进入他的胃部，五脏六腑如抽搐般的症状竟然奇迹般的缓解下来。半个时辰后，赫连缺终于将所有火鹤草化为药汁，尽数吐进沈君慈的嘴里。脉象终于平稳许多，不过为何这层薄霜还是没有消失？奇怪，真是太奇怪了。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次寒症怎的如此奇怪？春丫头，你好好看着他，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。我就不信我救不活我的徒儿。不是吧，这火鹤草也没有作用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小瓜，为何奖励还未到账啊？这次到底有没有奖励啊？不会没有奖励吧？若是如此，我夫君的病怎么办啊？那火鹤草根本就没有什么作用，他身体上的薄霜一点都没有消失，难道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昏迷不醒，却什么都做不了？宿主，你再等等吧，还没到期日呢。哎，又有大瓜，皇宫里的大瓜。皇宫又有什么大瓜呀？再这样乱下去，我担心王爷未醒，大龙国便要亡国了。姬国公知道姬皇后被削成了人质，差点气到吐血，于是暗中让人给皇上下毒，想毒死他，好让沈君义继承皇位。哪知皇上疑心重，令人将毒药给废皇后灌了下去。哎，废皇后身中剧毒，一命呜呼，姬下流血嘎了。姬国公还不死心，便让姬代撺掇太子造反。只是废太子如今断了快乐丸，差点去了半条命，会不会造反？这个还真难说。啊，姬代要让废太子造反，什么时候啊？哎呦，阿慈再不醒过来，大龙国就要被那对父子作没了。沈君慈半睡半醒，听着凤扶摇的心声，一颗心如同烈火烹油一般，急得不得了。他也想尽快醒过来，可是他连动都动不了。关于姬皇后毒杀建德帝未遂，被建德帝削为人质之事，在大龙国传得沸沸扬扬。姬国公和姬右丞相姬代气得半死，沈君义听闻母亲被削为人质，气得差点晕死过去。姬代在朝堂上和凤佐丞相狠狠地打了一架，骂他教女无方，亲生女儿勾引自家公公，言官弹劾雪贵妃，弹劾建德帝，弹劾的褶子如雪片般乱飞，好一个乱字了得。朝堂上乱成一锅粥，凤扶摇也是心急如焚。沈君慈浑身负冰，并无苏醒的迹象。凤扶摇一会儿摸一下他的脉搏，一会儿探一下他的呼吸，生怕他就此撒手人寰。只是他不知道的是，沈君慈虽如同被封印了一般躺着，但是意识却是清醒的。
只是如何也醒不过来。通过傅扶摇的心声爆出的那些大瓜，他也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傍晚时分，系统奖励还未到账，小瓜又来爆热瓜了。宿主，大事不好，大事不好，又有大瓜了！在期待怂恿下，沈君逸请了杀手，刺杀建德帝和凤福雪。凤福雪当场死亡，建德帝身受重伤，奄奄一息呢。沈君逸连夜带兵围攻皇宫，自立为帝了。皇宫禁军与太子带的兵士相互对峙，皇宫乱了。如果离王再不醒来，恐怕沈君逸真的要坐上皇位了。届时，离王变成了沈君逸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啊！沈君逸请了杀手刺杀建德帝和凤福雪，凤福雪当场死亡，建德帝受伤奄奄一息。沈君逸带兵围攻皇宫，自立为帝。哎呦，这天都黑了，7天时间即将过去，大火都要烧眉毛了，系统奖励还未到账，真是急死个人了。如果阿慈再不醒来，我估计我们都得死。沈君逸那个狗渣男是不会放过我们的，只能尽人事听天命，能活几日是几日。躺在床上的沈君慈，一颗心也高高的悬了起来。云世奇和萧颖守在门外，两人听说皇宫之事，头发都差点急白了。后来就连白小鱼也来了，站在外面差点将头发给薅秃。凤扶摇正急得团团转，脑海中突然响起小瓜激动的声音：宿主，到了，系统的奖励到账了。寒毒解药，口服，一次性服用完。凤扶摇想也没想，便捏着沈君慈的嘴为他灌药，一瓶药很快就灌了下去。药水灌下去之后，沈君慈身上的薄霜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慢慢的消失，他的呼吸也变得平稳起来，苍白的脸色逐渐变得红润。薄霜在消失，薄霜竟然在消失了。他的呼吸变得平稳了，脸色也变好了。这丫头，你刚才给我徒儿喂了什么药？为了这个寒毒解药。这丫头，老朽10几年未解开的寒毒，你是如何配出解毒配方的？赶紧将配方给我，我要做解药，我要做解药。如果我说是路上捡的，你信不信？你怎么不说是天上掉下来的？拿我当傻子吗？这样的谎话也说得出口？这丫头，我求你了，赶紧给我吧，我做些解药，卖了钱我们平分。如果本王说这药是王妃变戏法变出来的，你相不相信？瑶儿，辛苦你了，谢谢你哦。阿慈，你终于醒了，这几日你昏迷不醒，可吓死我们了。师父为你操碎了心，找了不少药草，你能醒过来真是太好了。师父，辛苦您老人家了，我体内的寒毒似乎已经消失了。赫连缺一个箭步奔上前，一把拉起沈君慈的手腕，帮他号脉。脉象平稳，寒毒竟已完全消失。这个蠢丫头到底是如何做到的？云石溪和萧颖冲了进来，看见眼前的情形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17，召集所有天道阁的将士，随着本王去皇宫护驾。另外，通知2位凤将军尽快的回京，他们现在应该在城郊等待。这大龙国的天是时候该变一变了。瑶儿，乖乖在家里等着我，等我把皇宫的事情处理完，我就会回来。如今沈君逸自立为帝，与禁卫军对峙，你此次过去一定要万分小心。等你回来，我还有话对你说。沈君慈目光深沉地望着他，点了点头。此次他并未佩戴面具，而是以真面目示人。沈君逸率领另外一队人马与保护建德帝的禁卫军对峙，这批人马乃是他及击败右丞相暗中训练的军队。两方人马已经打了好几仗，沈君逸就像个脱水的黄瓜似的，一脸病态。沈君慈，你不是寒毒发作快死了吗？你这个狗杂种，竟然给老子装病！还有，你脸上的疤竟然没事了，整日戴着面具装神弄鬼，真是个虚伪的狗玩意儿！朕已是新一任皇帝，见到朕还不赶紧下跪磕头？沈君慈，见到皇上还不下跪吗？啊，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呀？我告诉你，那个老东西早已奄奄一息，眼看是活不成了。识相的赶紧对新帝俯首称臣，要是晚一点啊，你连活下去的机会都没了。离王来了，皇上有救了！离王来了，皇上有救了！皇上，离王来了，他来救您了。你只要再等一会儿，离王便能杀了废太子和姬带那些逆贼。建德帝面色苍白如纸，已是进气少出气多了。沈君逸，你的太子之位早已被父皇废除，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谋权篡位，夺位弑父，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真是猪狗不如！今日本王便帮父皇将你这个逆贼绳之以法。天道阁的将士们，大家一起上！只要杀了离王，朕每人奖励1万两黄金，大家一起上，将天道阁给朕灭了！沈君逸身后的侍卫们如潮水一般涌上前，狠狠扑向离王。保护皇上，大家一起上，杀了他们！天道阁的将士们和废太子的军队缠斗在一起，乒乒乓乓的刀光剑影，厮杀声不绝于耳。沈君慈一跃而起，手中的宝剑便凌空狠狠一斩，
剑光化为一道闪电，流星般斩向废太子的胸口。他何时有如此高深的武功？这狗杂种平时藏拙扮弱，太他妈阴险了！情急之下，一把抓住身边抖成一团的鸡蛋，挡在自己面前。鸡蛋嘴里鲜血喷涌，身子如同麻袋一般委顿倒地，疯狂抽搐几下，便再没了动静。沈君逸吓得肝胆俱裂，手脚并用，连滚带爬的向前逃去。沈君此一伸手插在鸡蛋胸口的宝剑便重新回到他的手中。他对沈君逸随手一挥，砰的一声闷响，沈君逸被强大的剑气扑倒在地。鸡蛋见大势已去，慌慌张张的退到人群后，便想逃走。贺连缺随手扬起宝剑，凌空刺向他的后背。鸡蛋脚步一滞，难以置信的看向穿心而过的剑尖，无力的扑倒在地，圆瞪着双眼，死不瞑目。叛军见沈君逸已死，大势已去，丢盔卸甲，抱着脑袋蹲下身。父皇，对不起，儿臣因病耽误，来得晚了。叛军已被控制了，皇兄也已自戮伏法，姬代及诸多叛乱将领皆被天道阁的将士们杀死。父皇不用担心，皇宫现在安全了。慈儿，你韩吉没事了就好。君逸不是朕的孩子，而是姬代的孩子。朕当年送你去叶国当人质，乃是为了保护你。朕以前太忽视你，害你中毒毁容，受了太多苦啊！朕若不将你送走，你将会被姬家害死。慈儿，你恨朕吗？父皇，儿臣不恨你，您千万别多想。朕也有你这么优秀的儿子，很是放心。以后你要好的治理大龙国，千万不可暴政。你的亲生母亲不是姬燕，而是一个叫婉娘的武姬。她若还活着，应该在连州。老皇帝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缓缓闭上眼睛，再无声息。沈君慈离去后，凤扶摇担心的一夜没睡，吃了一夜的肉瓜。王爷带领天道阁将士和废太子叛军打了起来，鸡蛋被王爷一剑捅在心窝，嘎了；扎太子被王爷一剑捅在后背心，也嘎了。鸡代被贺连缺杀死，你两位兄长带兵进入皇宫，拥立新帝登基的。老皇帝受伤太严重，没熬过今晚，驾崩了。沈君逸不是建德帝的种，而是姬代的种。姬家这是想谋权篡位，让姬家种夺取天下呢。王爷即将继承大龙国皇位，封你为皇后的圣旨，估计过几日便到了。宿主，我们终于把离王扶上皇位了，那我们再也不会被抹杀了，太好了。小关啊，你说阿慈当上大龙国皇帝之后，除了娶我，还会娶别人吗？这个时代，男人3妻4妾，皇帝更是后宫佳丽3000。后宫那群女人吃饱了没事干，天天为了一个男人争得你死我活，不是你陷害我，就是我陷害你，想一想都让人头皮发麻。我想要的是一世一双人的幸福生活，而不是这种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。我不想和那么多女人分享我爱的男人，我只想过一世一双人的幸福生活。要不我让他将我休了，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当富婆去。要我说，你们女人就是麻烦，没有爱情的时候渴望得到爱情，等得到了爱情还想一世一双人的完美爱情。一个人他不香嘛，非得整出那么多事来，自讨苦吃。我的要求就很简单，不被主系统抹杀，我就很满足了。至于爱情这一玩意儿，不能吃也不能喝，你要它干嘛？再说了，爱情的保鲜期短的只有3到6个月，长的也只有1到3年。过了爱情保鲜期，哪里还有什么爱情？荷尔蒙作用罢了。你这个冷血玩意儿，知道个屁呀！等你尝到爱情的滋味之后，就知道那种欲罢不能、妙不可言的感觉了。哎，小瓜，你快查一查，我们的任务是不是全都完成了？说阿慈敢娶别的女人，我就去过我自由自在的富婆生活。不对劲儿，很不对劲儿。任务圆满完成，系统会有一个完结提示的，可是系统并没有给提示，到底哪里出问题了？
让我翻翻。哎，不会吧？系统显示任务还未最终完成，3年后大龙国未灭亡，才能证明任务最终完成。完犊子了，我们还要等3年啊！等到那个时候，你们的娃能打酱油啦！什么？小瓜，我记得你刚布置任务的时候说过，我的主任务是攻略离王，让他爱上我，和他一起拯救大龙国，实现3年。我现在已经将离王攻略下来，大龙国也换了新皇帝，非得等3年之后看看大龙国有没有灭亡，才算任务成功。这不是吃瓜系统，这简直就是坑爹系统啊！就是啊，我们明明已经提前完成任务，为什么不给提示？主系统真是一个王八系统。宿主，看来你和离王还不能合力，必须等3年后再看大龙国的发展结果呢。只有3年后大龙国还未灭亡，系统才能完成。你就安心的等着做大龙国的皇后吧，协助新皇一起治理大龙国吧。我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我没有。难道我真要亲眼看着深爱的男人左一个右一个将女人娶进门吗？我太难了。哎，对了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阿慈的娘还活着吗？这段时间忙着求解药，差点将这事给忘了。我答应过阿慈要帮她找到娘的。小瓜，你神通广大，帮我看看他娘是否还在人世。他娘还活着，不过好像疯了。当初离王3岁时被人抢走，他娘便疯了，具体好像在一个叫梨花村的村子里。沈君慈一连3日都未曾回府，在皇宫忙着继位之事。第2日便派人前去离王府，将凤扶摇接入宫中。建德帝驾崩第3日，离王继位，成为大龙国新一任皇帝，改年号仁和。姬国公府因谋逆之罪被判处满门抄斩，全家100多口人尽数斩于长安城菜市口。新帝宣布大赦天下，并册封凤扶摇为大龙国的皇后，同时对文武百官宣称遵先帝遗旨，后宫实行一夫一妻制，不再接纳其他女人。凤扶摇将是大龙国后宫唯一的女人。此言一出，朝堂顿时沸腾了。皇上，祖宗规矩不可废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！是啊，皇上，只有广纳后宫，才能为皇族开枝散叶呀。皇上身份尊贵，后宫怎么能只有一个女人呢？这与理不合。如今皇后还未有所出，皇上只有她一个女人，确实不太合适。难道你们想反对先帝的遗言不成？难道你们想要逼迫朕成为不孝之人？不孝的帽子太大，群臣们都沉默了。凤扶摇懒洋洋地躺在贵妃椅上。宿主有大瓜，皇上宣布后宫实行一夫一妻制，从此以后你将是这大龙国后宫唯一的女人。虽然群臣反对，但皇上说此乃先皇遗愿，所以文武百官都不敢吱声，无人敢反对，否则会被扣上大不孝的帽子。高，真是高！皇上为了你，竟然废除了后宫选秀制。我的天哪，他真的为了我废除了后宫选秀制？他是怎么知道一夫一妻制的？我记得只有我们2个人说过呀。还什么先皇遗愿，那只是堵住悠悠众口的托词罢了。先皇那么花心之人，怎么可能提出如此专情的建议呀？真不愧是我心爱的夫君，太让我感动了。未来3年，我一定好好帮他发展大龙国，争取让系统任务圆满完成。否则，我怎么对得起他对我的一片真心呢？虽然他真的爱你，但是你系统空间的秘密，我建议你最好不要告诉他。就算夫妻再相爱，也要拥有自己的秘密。古言说得好，帝王喜怒无常，万一哪一天他不爱你了呢？你提醒我了，是时候告诉他关于我的秘密了。他对我如此真诚，这件事情我不想瞒着他。3年期限还未到，你不要冲动。哎，小瓜，这次阿慈坐上了皇位，我能否得到系统奖励？我想要1吨1000年以后的水稻杂交种子，我还要一批后世最先进的自动步枪，每把枪配套2000发子弹。我既然必须等到3年后，那么这3年我要帮助大龙国繁荣富强。只有让大龙国繁荣富强了，大龙国才不会灭亡，我们的任务才能圆满完成。你说是不是？离王继位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应该有奖励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间接帮助离王消灭了大奸臣姬代和废太子沈君毅呢。我估摸着，如果有奖励，今日傍晚就能到账。凤扶摇大喜过望，心情瞬间变得愉快起来。当天傍晚，沈君慈还未下朝，系统奖励便到账了。空间中果然有1吨杂交稻谷种子，还有一批最先进的枪支弹药。他要给沈君慈一份登基大礼，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皇上驾到！娘子啊，为何蹙着眉呢？是不是想夫君了？夫君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想不想听？什么好消息啊？是不是又处理完一件国家大事啦？夫君英明神武，所有决定都是最英明的决定。大龙国在你的带领下，一定能走向辉煌的。沈君慈一把将他抱起来，
顺势坐在椅子上。瑶儿，我爱你，我真的非常的爱你。今日我正式的宣布，后宫实行一夫一妻制，以后这个后宫只有你一个女人，不会再有任何人来打扰我们。此后你我二人相依为命，白头偕老，一定会幸福一辈子。我们呢，再生下几个可爱的宝宝，陪着我们一起慢慢的变老。你说这样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夫君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你若对我一心一意，我必与你生死相依。另外，我也想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关于我的秘密。娘子还有夫君不知道的秘密，快点告诉夫君吧，夫君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如果我告诉夫君，我的灵魂来自千年之后，你会不会信我？我当然相信娘子了，娘子是不会骗我的。就算娘子告诉我你是来自于天宫的神仙，我也会深信不疑的。我的娘子就好比那天上的神仙，而且比神仙还要美丽个1000倍、10000倍。我来到大龙国时，还随身携带着一个系统和空间，这个系统会让我知道许多大龙国的秘密。我和你成亲那日刚来的时候，便知道3年后大龙国会被夜国灭亡，而我来到大龙国必须完成系统布置的任务，才能继续活下去。第一个任务是攻略你，被你爱上；第二个任务是助你拯救大龙国。只有被你爱上，得到你的真心，且3年后大龙国不会灭亡，我的任务才算圆满完成，否则我会被系统抹杀，永远从这世上消失。娘子，我爱你，我真的好爱你，我的人和我的心早已属于你。你放心，就算是为了你，我也会好好的努力，争取让大龙国繁荣富强。你一定不会被系统抹杀，我们也一定可以白头偕老，真的。夫君，我会和你一起让大龙国繁荣富强。每当我完成系统布置的任务，我便会得到系统奖励，就比如帮我外祖父治疗小可症的药，帮你治疗疤痕的药，还有寒毒的解药，这些都是我完成系统任务之后系统奖励的东西。这次除掉奸臣姬代，你顺利继位，我又得到系统奖励了。你猜我这次得到了什么奖励？娘子，你该不会是有了身孕吧？若是这样的话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有身孕也能奖励，那我还要你干什么呀？我这次得到的奖励是我送给你的登基大礼，待会儿可不要太激动啊。这个时代生产力低下，水稻产量极低，于是我要了一批后世产量极高的杂交水稻种子。这种杂交水稻种子产量是原来的数倍，若能在大龙国推广，便能解决不少百姓吃饭的问题。要想国富民强，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经济，让百姓吃饱饭。等来年春天，你让朝廷将这杂交水稻种子发下去，让百姓们耕种。南方气温温暖，可种植2到3季。千年之后的人们就是这么干的。如此一来，粮食产量便能得到大幅提高。除此之外，我还申请了一批后世才会有的逆天武器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绝不能心慈手软。叶国乃大龙国宿敌，对大龙国虎视眈眈，觊觎已久。后世历史记载的大龙国，便是被叶国灭亡的。我之所以申请这批逆天的武器，乃是考虑到军队方面的需要。你可以训练一支特种兵，专门使用这种逆天武器，作为你的杀手锏。娘子，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，你一定是老天为我派来的仙女，是专门来拯救我，拯救大龙国的。我此生此世可以拥有你，是我3生3世所修来的福气，也是我大龙国的福气。娘子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，争取让大龙国越来越强大的。走，我们去库房，我将杂交稻谷种子和枪支弹药取出来。杂交稻谷种子，你想办法让朝廷发放下去，而那批枪支弹药，我会教你如何使用，让你体验它无敌的威力。这些都是我送给你的登基大礼，夫君，你要加油哦！两人兴冲冲地来到皇宫库房，凤扶摇通过意念控制，将稻谷种子和枪支弹药从空间中移了出来。稻谷种子用麻袋装着，而枪支弹药则是用木箱子封装着，一共有2000把最先进的自动步枪以及无数子弹。瑶瑶，真是太好了！百姓们有了高产量的稻谷种子，一定可以产出更多的粮食，百姓们可以吃饱穿暖，比什么都强。瑶瑶，你真是比神仙还要厉害，你真是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啊！那王爷，这种武器乃是后世10大顶级突击步枪，比你这个时代的任何武器都要厉害，想不想看看它的威力？想，我想极了，我太想看了，娘子，你看我这激动的，我嘴巴都不利索了。话说，有了这样的武器，我们就再也不怕被叶国欺负了。凤扶摇展示了步枪的强大威力，沈君慈觉得这简直是惊为天人。这位新登基的皇帝次日便迫不及待地组建了一支军队，专门进行步枪的射击及训练，同时将杂交水稻的种子交给农务司，让他们向百姓下发稻谷种子，令百姓耕种。在凤扶摇的建议下，大龙国朝廷也开辟了一片皇家农田。大龙国最年轻的皇帝亲自率领文武百官，挽着裤腿下田种植水稻，耕田播种、插秧、收割、晒谷，所有的事均亲力亲为，体验粒粒皆辛苦的艰辛。
在新皇的带领下，大龙国种植杂交水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，大龙国百姓安居乐业，大龙国更是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。沈君慈登基的第2年，叶国联合周边数国对大龙国发起进攻，大龙国皇帝御驾亲征，率领一支数千人的铁军所向披靡，大败叶国军队，歼灭叶军总元帅及叶国唯一的皇子宇文无恙。大龙国军队趁机长驱而入，一直打到叶国都城，直接将叶国给灭了。在班师回朝的途中，又灭了曾与叶国勾结的几个小国，将其疆域纳入大龙国的版图。从此以后，臭名昭著的西血家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，叶国以及几个小国成为大龙国的一个省，名为西川省。沈君慈登基之后，手腕强硬，军事力量强大，很快完成了西部诸国的统一。经济方面更是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。在凤扶摇的倡议下，大龙国建立了更加完善的科举选拔制度，培养和选拔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。沈君慈登基的第3年，大龙国一跃成为诸国中的雄狮，被周边诸国称为大龙帝国。小瓜，皇上上次白跑一趟，害他空欢喜一场，这次你不会再搞错了吧？但愿这次能帮皇上找到娘亲。这么多年，皇上一直做着同一个梦，梦见有个女人抱着他唱儿歌，希望他这次能找到娘亲。这次绝对不会出错的。皇上的娘亲真的在莲花村，就住在莲花村东头那户姓李的人家。不过他好像有个儿子。夫君，我们过去吧。小瓜说，母亲就住在前面那户姓李的人家，他似乎还有个儿子。走到半路，便见到一个妇人坐在路边的一个小小的坟堆前。阿月，你睡着了吗？娘知道你睡着了，娘为你唱催眠曲好不好啊？你最爱听娘唱的催眠曲了，娘现在就唱给你听，好不好？连州花，连州发，连州山水甲天下。阿月笑，阿月跑，阿月长大笑哈哈。沈君慈听着妇人的歌，脚步踉跄了一下，脑袋嗡的一声，他感到鼻子酸涩，喉咙哽咽，一瞬间竟是泪流满面。妇人唱的童谣和他梦中听过的童谣一模一样，在梦中那个女人也叫他阿月的。夫君，她真的是母亲，你能肯定？是的，我可以肯定，她就是我的母亲。她唱的歌谣与我梦中的歌谣简直一模一样，还有她的容貌跟我曾经梦到的十分的相似。娘，我便是您的月儿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您的月儿长大了，她已经长大了。你们不要杀我的月儿，不要杀我的月儿！我的月儿她睡着了，她再也不会醒过来了。她一个人过得太孤单了，我要永远陪着她，我要永远陪着她。我会每天来陪她说话，为她唱她爱听的歌谣。要唱歌谣啊！对，连州花，连州发，连州山水甲天下。两位贵人可是来莲花村有事？在下沈贵，她是在下的母亲，有些神志不清，若是叨扰到贵人，还请不要介怀。贵儿，他们是来抢你弟弟的，他们都是外人，你赶紧让他们走，把他们赶走。这位小兄弟，请问她可是你的亲生母亲？我6岁时因家中父母双亡，在连州乞讨时遇到了我娘，当时她浑身脏兮兮的，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乞丐。我见她被人殴打，十分可怜，便对那些人说她是我娘。10年以来，我和她相依为命，后来到此居住，平时她守在茅屋里，我出去打猎赚些银钱过活。她是我失散多年的娘，在小的时候，我与娘亲因故分离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找她，但是一直没能找到她。我还记得她唱的歌谣，还有她的容貌，她口中所说的阿月便是我。这些年非常感谢你收留与照顾她，大恩大德必当涌泉相报。我不要任何回报，你们若想带她走，记得一定要善待她。我已经没有亲人了，这些年一直拿她当亲娘看待。她对人温柔善良，能唱歌跳舞，还会吟诗，还教我学了不少字。娘虽然有些神志不清，但对人并无攻击性。我看你们非富即贵，希望你们带她回去之后不要嫌弃她。你与她情同母子，不如陪她一起去长安城吧。你我虽然并非是亲兄弟，但是却能像兄弟那样相处。少年看着缩在角落的妇人，终究还是不放心让她一个人离开，想了想便答应了沈君慈的邀请。由此在凤扶摇的帮助下，沈君慈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母亲。沈君慈将母亲尊为孝慈德太后，让人精心照顾她。
让御医为她调理身体。经过几个月的悉心治疗，太后逐渐恢复神智，并与沈君慈相认。至于那个曾经收留太后的沈贵，则被沈君慈封为侯爷。不过这位侯爷并不愿意被人说成是攀附权贵之人，后来坚持参加科举考试，并获得不俗的成绩。沈君慈主持的殿试因为诸多事宜，在他登基后的第3年才举行。这一次殿试选拔出了一大批人才，潘玉介才学斐然，考取了状元；花满城学问不俗，考取了榜眼；凤福玉少年有为，考取了探花。而一向咋咋呼呼已经和花不落成亲的司空小宝，则是考取了武状元。后来凤福玉官拜江南巡抚之职，为其母亲求了一个诰命夫人。大龙国越来越强盛，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。凤扶摇挺着大肚子，由婢女扶着，在御花园慢慢散步。恭喜宿主，贺喜宿主，你的系统任务终于圆满完成了。小瓜与绑定其他宿主将去协助其完成下一个任务目标。宿主再见，祝你和皇上白头偕老，越来越幸福。小瓜，我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吗？太好啦！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再也不会离开我夫君啦？那我以后还能吃上你抱的热瓜吗？小瓜，小瓜。然而小瓜仿佛销声匿迹一般，对他的话没有任何回应。凤扶摇急忙查看与他绑定的系统空间，空间还在，里面的东西也还在，只是他再也联系不上系统小瓜了。任务圆满完成之后，小瓜永远的离开了凤扶摇。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天天都能吃到小瓜抱的热乎乎的大瓜，也不能再和小瓜谈天说地聊聊小心事。生活仿佛放慢了脚步，一下子变得无聊起来。不但如此，以后他可能再也不能得到系统的奖励了。凤扶摇整个人怅然若失，心里空荡荡的，看上去既难过又萎靡。这样的凤扶摇将沈君慈给吓坏了，他很快便察觉到凤扶摇的不对劲，因为他再也听不到凤扶摇和小瓜热聊的声音，也吃不到新鲜出炉的热瓜了。瑶瑶，怎么了？你为何哭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阿慈，3年期满，我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，可是系统小瓜走了，他永远离开我了，以后我再也听不见他的声音，再也吃不到新鲜的热瓜了，可能也再得不到系统奖励了。阿慈，我真的很舍不得他走，我很难过。瑶瑶，你还有我在呢，还有着我们未出生的宝宝在。小瓜有他的事情要做，他不可能永远陪着你，但是我与宝宝会永远陪着你的，我们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等我们的宝宝出生，你便再也不会感到无聊了。宝宝每天会要你陪，要你跑，每天逗你开心。好了，不要难过了好吗？你难过的话，夫君会好心疼的。如果你还是觉得无聊，那我就为你去请一个戏班子回来，为你唱戏，怎么样？如果你不喜欢看戏的话，我可以再请个说书先生回来专门为你说书。如果这俩你都不喜欢，那我们还可以再做些别的，比如我每日下朝回来，会给你讲一讲大龙国发生的事情。只要你不嫌弃你夫君烦你，我便可以每天都讲给你听的。你堂堂一国之君，要屈尊当我的说书先生，这样岂不是大材小用了？不好不好，这也太委屈你了，我可舍不得让你委屈。只要娘子你喜欢，我当那说书先生又怎样？我只当娘子一人的说书先生，我只说书给你一个人听。只要娘子高兴，永远都不离开我，我愿意给娘子当说书先生。胖成了一个球的滚滚，抡着小短腿跑上前，伸着舌头上蹿下跳的。滚滚，滚一边去，别来打扰朕的娘子，朕的娘子心情不好，小心把你给炖成了狗肉端上桌去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将滚滚炖成狗肉端上桌呀？你可别瞎说，滚滚多可爱呀，都陪伴我们3年了，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，我怎么舍得将他炖成狗肉端上桌呢？傻丫头，你还知道滚滚陪伴你3年？你的夫君我也陪伴了你3年，以后还会陪你一辈子。我们会永远在一起，永远相濡以沫，白头偕老，不离不弃。还有我们未出生的宝宝也会陪伴着我们一辈子。你看看你有多么幸福，有着爱你的夫君，还有着爱你的宝宝，还有一条天天都黏着你的狗狗。我们都比小瓜要强多了。娘子，夫君一大早去上早朝，早就饿了，宝宝也肯定饿了吧？我们去陪母后用膳怎么样？母后身体恢复得不错，天天叮嘱我要好好用膳呢。儿子儿媳，你们来了。月儿从小就爱吃红烧肉，娘为你做了一大盘。上朝辛苦了吧？赶紧坐下来吃。瑶儿怀孕辛苦，要是喜欢娘做的红烧肉，待会儿多吃点啊。母后，儿臣不是跟您说过，以后别下厨做菜了吗？要吃什么菜，您只需要交代下去，他们会做好的。我们是将您接回来享福的，可不是让您来操劳的。您这样操劳，儿臣和皇上心里怎么过意得去啊？只是做一道菜而已，本宫并不觉得累。本宫能找到儿子，回到他的身边，这就是3世修来的福气了。赶紧坐下来用午膳，一家人能在一起便是福气。
小瓜离开1年多之后，皇宫美丽御花园中，阿恒、阿华坐好喽，小马要开始出发喽！驾！我们出发喽！要去江南连州啦！连州花，连州发，连州山水甲天下。阿恒笑，阿华跑，宝宝们长大笑哈哈。脑海中浮现出小时候娘哄他的情形，眼角不知不觉地湿润了。他3岁时便没了娘，从小被后母歧视陷害，过着担惊受怕的悲惨日子。那些灰暗的日子如同噩梦一般，经常萦绕在他的脑海中，让他痛不欲生。正当他在地狱中苦苦挣扎的时候，他的小仙女如同他生命中的一道光，将他从地狱中拯救出来，给了他爱，给了他光明，让他从此拥有了辉煌的人生。他要将他的孩子们捧在手心疼爱，将他小时候未曾得到过的父爱母爱通通弥补给他的孩子们。皇上雄才大略，英明神武，小皇子和小公主也如此可爱，让人的心都要化了。皇上啊，才是这世上最幸福最有福气的人，比起那些后宫佳丽3000，幸福太多了。小皇子一看便是我大龙国未来的明君，小公主长大了定会像皇后娘娘一样美丽善良，心怀天下。我们这些奴婢跟着皇上真是沾了大光啊！臣真的好开心，如今做梦都会笑醒。皇上过得幸福，臣觉得比自己过得幸福还要幸福。皇上和皇后娘娘一定会永远幸福下去的，就算是让臣现在去死，臣也瞑目了。哎，都给朕滚远点，别打扰朕哄孩子，将旁边围得给像堵墙一样的，让朕都呼吸困难。你说你们这一个个的哭得跟个娘们似的，烦不烦呀？以后谁再动不动掉眼泪，小心朕让你们滚到边疆去放羊。皇后去午睡了，朕呢得等她睡醒过来。是皇上，奴才这就滚。当凤扶摇午睡醒之后，从御花园外面走过来时，看见的便是沈君慈悉心哄着2个小奶娃娃，其乐融融的场景。凤扶摇深情地望着眼前的情形，一颗心满是幸福甜蜜的感觉。深爱他的夫君，可爱的让人心都要化掉的孩子，安居乐业的百姓，越来越富强的大龙国，这样幸福甜蜜的日子，就算是让他过10000年也不嫌多。自从小瓜离去之后，沈君慈慢慢的便听不见凤扶摇的心声了。自从听不见他的心声后，他便开始变得恐慌起来。他担心心爱的女人哪天突然离他而去，消失不见了，于是每天下朝的第一件事便是急匆匆地赶回后宫，陪伴他和孩子们。瑶瑶，对不起啊，有件事情我一直瞒着你，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事情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有事瞒着我？难道你受不住美人诱惑，打算娶个妃子回来？没关系，只要你喜欢，你娶回来就是了。我将后位让给他也是可以的。我刚好在这皇宫待得烦了，想到处走走看看。反正我的香水生意做得好，有的是银子，不缺吃喝。当然，2个孩子我也是要带走的。你我都受过后娘之苦，我绝不能让我的孩子被后娘欺负。另外，小瓜走之前曾向我透露过师娘的下落，我答应过师傅要帮他找到师娘，我正好去找找。瑶瑶，你打算将后位让给其他的女人？为了你，我连后宫选秀制都废除了。难道你对我还不满意吗？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呢？难道你不爱我了吗？难道你是觉得我对你不够好吗？你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想法？我的内心像被撕开了一样的难受。你怎么舍得离开我，一个人跑出去？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！你哪都不许去，你更不能带走我们俩的孩子。瑶瑶，你只能留在我的身边，陪伴着我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让你再离开我一步。你都要抛弃我娶别的女人了，却不肯放我走，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？瑶瑶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没有打算娶别的女人，我这一生只会娶你一个女人，这个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。我想告诉你的秘密是，其实是，你还记得4年之前我们的大婚之夜吗？那个时候你刚刚来到我的身边，我突然能够听到你的心声。你竟然能听见我的心声？那我的所有秘密岂不是都被你听去了？我的天哪，那我在你面前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啊？难怪原主新婚夜刺杀你，你不但没有治我的罪，还慢慢将管家权交给我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不是他。从你的心声中我了解到了，大龙国在3年以后便要灭亡，我会在沈君毅登基的那年意外的死亡，在死后我还会被人从棺材中挖出来，挫骨扬灰。我还了解到你是带着任务过来帮我，你若拯救不了大龙国，你便会灰飞烟灭。我每天都想要偷听你的心声，了解更多关于大龙国的事情，并且乐此不疲。我听到了你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得到的每一次奖励，我既非常感动，我又非常的震惊。
你就像是老天派来拯救我的仙女，让我一步一步地爱上了你。你不但拯救了我，也拯救了大龙国，助我灭了狼心狗肺的叶国，还帮助我找到了失散多年的母亲，还让我体验到了我从来都未曾体验过的爱情。瑶瑶，我可爱的瑶瑶，你一定是老天派来的仙女。臭男人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原来你什么都知道，却一直在装傻欺骗我。我现在很生气，还哄不好的那种，我再也不想理你了。你怎么能这么虚伪呢？瑶瑶，其实我一直想向你坦白来着，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机会。现在我不是老老实实告诉你了吗？我不想向你隐瞒任何事情，因为我很爱你。其实自从去年小瓜离去以后，我便再也听不到你的心声了。你现在在想什么？你是不是还爱着我？会不会离开我？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，我生怕你哪天突然就离我而去，回到你的天上去了。若是你留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，我一定会生不如死。瑶瑶，你答应我，要永远陪着我，永远都不要离开我，好吗？傻瓜，原来你每天一下朝便急急忙忙赶回来，是为了看我还在不在。我不是告诉过你，我已经完成系统任务，再也不会离开这里了吗？阿慈，这里是我的家，有我深爱的男人，有我可爱的孩子，我怎么舍得离开你们呢？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们的，我要一辈子陪着你们，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看着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。沈君慈高高悬起的心这才缓缓地放了下来，炙热的唇紧紧压在那张让他神魂颠倒的美丽唇瓣上。娘子，你真是太美了，为夫怎么看都看不够。以前我身处地狱的时候，我从来都未曾想过有一日我会这么的幸福。你累不累？不累的话，那我们就继续吧，为夫还没吃饱呢。一高兴就想运动，不高兴也想运动，你为何做什么事都离不开运动呢？你的脑袋里是不是只有运动二字啊？我不想要了，快累死了。娘子说不要，那一定是为夫还不够努力。现在为夫便饶过你，我们晚上再来。哎呀，你能不能正经一点啊？现在还是中午呢。娘子生气的样子也这么好看呢，为夫真是怎么看都看不够。娘子，我们现在谈正经事好吗？你刚才说小瓜离去以前曾和你说过师娘在哪儿，每次看见师父黯然神伤的样子，我便想着帮他娶个娘子回来陪他。可是师父不是嫌人家太年轻，就是嫌人家太老，不是嫌弃人家太胖，就是嫌弃人家太瘦，总之没有一个是满意的。哎，你说我们何不帮师父把师娘给找回来，给他一个惊喜，怎么样？我估计他只对林思音情有独钟，别人都入不了他的眼。小瓜离去前确实曾经和我提过一次，他让我去找一个叫云深处的地方，说师娘可能在那里。这1年多来，我忙着生孩子养孩子，一直没有时间出去找。不过我问过不少人，打听那个叫云深处的地方，可是没有人知道云深处到底在何处。你不如让天道阁查一查，看看云深处到底在何处。师娘的脸不是因为中毒而毁了容吗？你用过的祛疤膏还有半管，足够帮她恢复容貌。我们想办法找到师娘，并帮她治好脸上的疤痕，再带她去见师傅，给师傅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如果那个时候师傅还嫌师娘高了矮了胖了瘦了，那便让那个糟老头子打一辈子光棍算了。好啊，为夫都听娘子的。如果师傅到时还是嫌猫嫌狗的，便让他打一辈子光棍，不值得同情。某座豪华楼宇中，赫连缺适时打了2个大大的喷嚏。奇怪，不会有人在骂我吧？此时他正握着笔在画一幅画像，画像上容貌温婉秀丽的少女跃然纸上，是他心心念念无数次的样子。思音，你到底躲在何处呢？你是知道的，我从未嫌弃过你，不管你容貌变成什么样，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师妹。这么多年了，你难道还不愿见我吗？我一直都在等你来见我。我们是拜过堂成过亲的夫妻呀，不知进棺材前能否再见你一面。当天下午，沈君慈便让天道阁的将士秘密寻找一个叫云深处的地方。然而1个月过去了，没人知道云深处到底在何处。师傅赫连缺会不会知道这个地方呢？师傅，我昨日做梦见一个叫云深处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有一个巨大的宝藏，堆满了金山银山，你说奇不奇怪？师傅，你见多识广，知不知道一个叫云深处的地方啊？我好想去看看啊，看那个地方到底有没有金山银山，万一有呢，那我岂不是要发财啦？师傅，你说是吧？云深处，那地方鬼不生蛋，哪有金山银山？你是不是想银子想疯了？皇上，
你是不是虐待我乖徒媳了？你看看，几日不见，她都饿瘦了。我就这一个徒媳，你可不能仗着自己是皇帝别虐待她呀！师傅啊，我疼她还来不及，我怎么舍得虐待她呀？明明是她自己嫌弃自己胖，这也不吃那也不吃，非要减肥的。师傅，赶紧帮帮徒儿，劝劝她不要减肥吧。她是什么样子，徒儿都喜欢的。你这珠圆玉润的样子啊，不是挺好的吗？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，胖一点瘦一点又有什么关系？以后啊，切莫傻了吧唧去减肥了，万一把身体减垮可就麻烦了。我徒弟他不敢嫌弃你的，他要是敢嫌弃你，我替你教训他。知道啦，师傅，我以后不会再减肥了。